大家晚上好。这个真的有来得早的，我去看看你们点赞了没？5个赞，稍微有点少。24个人5个赞，还好吧？这个你像这么早来又没什么事情，先点个赞再说嘛，对吧？然后，哎，糟糕啊，这儿呢。来了，先点赞，快夸我，你干得好。对，这个 TikTok 太有话题度了，TikTok 这么有话题度吗？这个布林肯刚见了咱圣上，这不要有话题度，是吧？这个 TikTok 算啥事儿呢？也没准儿他们俩人一聊这事儿的就过了呢，对吧？我这个，写完了所有的稿子，然后吃饭的时候一看今日头条，哟，这个接待规格还蛮高的呀，是不是得重新改稿子了？然后看了看这个叫做什么，上面写的这个介绍啊，说这个我们又给他指明了哪些方向，我说估计这稿子还不用改啊。对，点完赞了，感谢感谢打赏。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非常有话题度，不太明白，你不太明白老大了。是的，面圣结果公布了没有？不，面圣的结果一定是，我们给他指明了方向嘛。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所有老外来了，跟咱这儿面了圣了也好，或者见了咱们的人也好，最后的报道呢，永远只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跟你说了什么。至于他跟我们说了什么，这事儿是从来不说的，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准备。所以呢，你看了看，哎，依然是我们向他这个指导了一下工作，对吧？那么这个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啊，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就是一个面圣的结果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TikTok 是不是已经在劫难逃了？时间4月24号啊，就是2024年4月24号这个时间点啊，拜登正式签字对外援助法案。当然了，就把这个强制剥离 TikTok 的呢，就捆绑在里头了啊，就是可能在箱子底下还有一张纸叫强制剥离 TikTok，然后拜登呢可能心中一窃喜就给他签了。啊，为什么是在说他心中窃喜呢？他现在要求的是270天之内剥离，如果剥离的过程中真的有进展，还在认认真真的在剥呢，对吧？总统还有权再延长90天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日子呢非常重要啊，2024年4月24号，为什么呢？再往后270天啊，是2025年1月19号。大家知道2025年1月20号是下一任总统的就职日，所以呢，甭管下一个谁选上啊，拜登都可以在他任期之内的最后一天，啊，说我到底决定你是不是再延长90天啊，还是说我就直接宣布把你封了算了，对吧？所以24号是拜登把这个事儿留在自己手里的最后一个截止日期，一天富裕的都没有，对吧？你如果是25号签的，那都是新总统上任以后啊才能去决定的事儿，但是人家24号就把这事儿签了。对吧？那么就舍得甭想了啊！1月19号，甭管后边是啊拜登接着连任，还是啊川大统领回来啊，那都是1月19号拜登把它处理完事儿。那么拆分呢，肯定是不可能拆分的啊，因为咱们前头啊在最开始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我就下了结论，这事儿不可能拆分，对吧？政府不可能同意，甚至呢，字节跳动都不可能说因为政府不同意我不拆分，都是说我自己就不想拆，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锅不能交给大老爷去背嘛，一定要自己背起来。但是这个在美国这边呢，他们就啊睁着眼说瞎话了嘛。啊，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女性白宫发言人啊，叫卡琳让皮埃尔，她呢就人家问她说，中国政府明确的表示不同意了啊，这个不同意拆分，这该咋办呢？
然后他的回答是中国政府应该同意，对吧？这个就觉得非常可笑啊！这个事情就是甭管他做成什么样，为什么做，对吧？但你也不能说中国政府就应该同意，这个什么道理嘛，对吧？这个实在是很神奇啊！也有传闻呢说字节跳动在接触买家，在商谈拆分事宜，准备做拆分啊。但是字节跳动呢也马上出来辟谣，从来没有打算过拆分，从来没想过这事儿啊。然后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呢也出来发了 TikTok 啊，这人肯定在自己平台上发嘛，说坚持走法律途径，抗争到底啊，所以绝不拆。所以这个事儿呢，最后一定是，要么美国人你就认了啊，我们就这么混下去了，要不然怎么着呢？我们就生北你这个封禁啊，你说我封掉了，那我就封了，我就不就这样了。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拆分是不可能拆分的。TikTok 的这个推荐算法到底从哪儿来的啊？这个其实好多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啊，说这个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的推荐算法出口，对吧？可以以此为理由对这个事儿卡脖子。当然呢，也有人再去讲什么呢？这个推荐算法是由 SIG 给的，SIG 是国内其实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或者比较活跃的一个美元基金啊，它是叫海纳亚洲。我前两天也看了这个Jeff 李的一个节目啊，上次也讲说海纳亚洲是不是给了他们的这个推荐算法，因为海纳亚洲投过同类的这种跟推荐算法相关的案子啊，那么是不是这个推荐算法原来就是美国的啊？这个想都不用想，这纯属胡扯。为什么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字节跳动的推荐算法怎么来的吧。这也是一个挺漫长的发展历程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基金很少有通过这个提供，就基金在国内其实通常是不会提供技术的。就是反正我在国内，因为我自己原来也做投资，很少有说那个基金说，哎，我给你把这个技术搞定啊，没有啊，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基金最多提供的是什么呢？是猎头服务。什么意思？就是你这儿做着做着说，哎呀，我这不会做了，做不动了啊，或者说我这技术上有一难点怎么办？然后基金说，哎，我那边投了一公司，还有一个技术总监现在没事干呢，或者我认识一个什么什么朋友，他那儿有一个技术大拿，你跟那儿去商量商量，对吧？你把那人招回来，对吧？基金最多提供的是这种服务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做基金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啊。早期因为这个张一鸣最开始其实还不是做的今日头条啊，最开始做的内涵段子，内涵段子里头其实推荐技术是基本上相当于没有，因为它总共也没有那么多内容，也没有那么多的差异化的需求，所以吧，它并不需要这个推荐算法。到今日头条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推荐算法了。但是今日头条的推荐算法呢，这个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在整个中国做我们管这个行业叫新闻聚合平台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它不叫今日头条的，就是它有一个名字，就这一类的产品都叫新闻聚合平台。那么在这个里头，谁的技术最好呢？叫一点资讯啊，这个今日头条跟一点资讯的这个技术差距是相当的大。这个一点资讯为什么熟呢？因为以前我们是投资人，就是原来在猎豹的时候投过它，后来我去做大观资本的时候还投过他们，对吧？他们现在叫 Newsbreak 啊，大概叫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他们为什么技术好呢？就是一点资讯的两个早期创始人一个呢是这个郑朝辉，原来是雅虎北京研究院的院长另外一个叫任许阳，是这个百度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是这么两个人，然后拉着雅虎的人跟百度的人做起来的一个团队，对吧？然后他们的推荐算法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字节跳动的技术是哪来的呢？基本上跟这个一点资讯很像，就是它呢不停的从一点资讯挖人，然后从雅虎北京研究院挖人，从百度挖人，然后挖来挖去，挖来挖去，然后组建了国内最强大的推荐算法团队现在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是国内最强，没有之一像这个腾讯自己也做过新闻包括这个网易也在这儿做新闻。腾讯的新闻呢是当时由腾讯搜索团队的一位负责人帮着去做，但是后来没太做起来。而网易新闻呢做了半天，实在做不下去以后，他去找这个郑朝辉说：“来，我把你收购了，然后你那个
接着给我做行不行？对吧？所以整个在国内做新闻推荐算法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圈子，没多大。啊，这个给腾讯做推荐算法的这个人呢，后来是去了 TCL 啊，他又后来是我基金的 LP，所以这个圈子其实都是我们以前混来混去的一个圈子。然后呢，TikTok 的推荐算法是哪儿来的呢？对吧？很多人说这剥离的是 TikTok，啊，因为呢，TikTok 的前身 Musical.ly 是我投的啊，这个所以可以跟大家讲，Musical.ly 自己是有推荐算法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啊，是我呢其实起到的作用也是猎头服务啊，给他们找了一些人去沟通，但是呢，有些人呢是他看上人家，人家没看上他，啊，也有一些呢是这个看上他了，但是这个也就是原来给猎豹做猎豹头条这个推荐算法的人呢，啊，去他这儿聊了一下，然后想去，但是呢，跟人家团队合作不起来啊，就这种就是猎头服务，其实经常就是这样，就是你团队融合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没法搞啊，没法搞了以后，一直到被字节收购之前，其实 Musical.ly 自己的推荐算法都是比较差的有啊，但是呢，相对来说要差一些。后面 TikTok 的，也就是这个 Musical.ly 被收购以后，这个美国这个团队的，他们的这个推荐算法其实完完全全是字节跳动实现的，啊，所以这个推荐算法是中国来的。那么你说啊，这个 TikTok 的推荐算法到底强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这个你难道比谷歌还强，比 Facebook 还强，比 YouTube 还强？这怎么可能呢？啊，这个我还真告诉你啊，确实有它独到之处。大家要知道，做一个推荐算法这事儿啊，分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呢要有数据，第二个要有人，对吧？当然这个人呢，你说我到底是这个科学家、工程师，什么各种数学天才啊，这方面需要有啊，但是还需要什么？大量的人工标注，大量的进行人工的这种审核和处理，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三个才是需要算法，所以就是数据、人工和算法这三样东西。那么另外呢，说我们看到一个推荐算法到底好不好，怎么来评价它，对吧？我每一次都能去感觉下一条是我最喜欢的，啊，他又猜到我心里了。但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评价，真正评价推荐算法的是什么？第一就是规模，对吧？我到底在多大规模的这个数据上进行推荐，然后呢是有多大的并发？比如说我同时有1万个人在看，还是同时有1亿个人在看，对吧？这个对于推荐算法是巨大的考验。然后第二个才是效果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点击率啊，或者跳出率。我给你看下一个，你是不是喜欢啊？你不喜欢跳出了，那么就说明啊我推荐失败了，对吧？这个是这个效果。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可操控性啊，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推荐算法，但是这事儿啊，就跟现在大模型似的，死堂的啊，这个东西是一黑盒子，这头进去什么，那头出来什么，我控制不了，对吧？还是说，哎，我这个推荐算法非常的灵活，然后你有各种的要求，我都可以给你实现啊，我都可以很好的来操控它这个处理的过程。然后这也是一个评估推荐算法好坏的一个标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叫敏捷性，对吧？你说我今天想改，然后呢1个小时之内给我改好，还是这个20分钟之内给我改好，还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说1天给我改好，对吧？大家要知道，像 YouTube 其实也经常改推荐算法，但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多长时间改一次呢？基本上1个季度改一次。然后像 Facebook 的话，可能也就是几个月，或者可能再稍微快一点吧，会改一次。这个但是你们要知道 TikTok 的推荐算法，包括国内抖音的推荐算法，你不能说它天天改吧，但是上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一个眼神过去，马上就变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敏捷。所以呢，综上所述 ，TikTok 的推荐算法，它用最大的人工辅助啊，这个是在美国都搞不定的这种人工辅助，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有几万人在那儿做标注，在那儿去做合规审核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的数据标注。然后呢，有最大量的数据，因为国内还有抖音嘛，对吧？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训练出来的，而且它的规模和并发是已经经过验证的全世界能够在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并发下进行推荐的算法，实际上只有3家公司，一个是这个字节跳动剩下2个，一个叫谷歌，一个叫 Facebook， 其他没了，对吧？你说 Twitter 行不行？Twitter 那个规模和数据量差老鼻子了，那个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对吧？然后在可操控性和敏捷性上，这个推荐算法是无与伦比的啊，谷歌跟 Facebook 都差老鼻子了，真的是不行，对吧？这个才是啊，这个 TikTok 的推荐算法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啊？那你说中国说我不想把这东西出口出去，这个你说它有道理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吧？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啊。至少我们不能让大家发现说，哎，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灵活的使用，对吧？这个也是挺丢人的一个事情，对吧？难道说啊，有一个眼神是这样的，我就可以把这个推荐算法改了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估计会吓着他们的。那么，拆分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撤退也不是，对吧？这个大家要注意。你不是说，哎，既然这个你要求我拆分或者撤退啊，或者是滚蛋，那么我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滚蛋了呢？不是啊，这个现在没有做任何要滚蛋、要撤退的这个打算。观察一个企业动向的最简单方法是什么？不是看他说什么，也不是看他做什么，看啥呢？看招聘信息和裁员的信息，对吧？你像这个特斯拉在国内夸夸夸裁员啊，那你就是不想玩了嘛，对吧？这个 TikTok 在干什么？从今年1月份500人发展到现在1400人啊，可能还在努力的招聘啊，没有说美国法案通过了以后，咱是不是先裁一批员试试？没有啊，咱再接着招，再努力往前走，招聘工程师，招聘数据科学家和研究员，招聘商业化，招聘履约啊，履约干嘛的？就是我做电商嘛，然后最后要把东西送到你手里去，监督这个协议的完成啊，这个岗位叫履约。对吧？他还在努力招人呢，而且在积极推进美国的电商，说我们要让更多的这个美国电商要跑起来，要跑更多的营业额，要把更多的美国人让他们知道可以在 TikTok 上买东西啊，可以在 TikTok 上卖东西，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推进美国电商的手段，我估计你们可能想不到啊，放松对国内 IP 的限制。有人想到过没有？对吧？原来 TikTok 对国内的 IP 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啊，你要想在国内啊拿手机也好，拿各种设备也好，到 TikTok 上去开个直播，到那边去上传点节目，那可费死劲了，啊，现在就开始逐步放松，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啊，TikTok 其实在美国做电商这过程中是走了弯路了。一开始呢，他希望拉更多的美国本地商家入局。其实从2022年、2021年，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结果发现效果非常的不好。啊，后来呢，到2023年说，来，我们准备开始做美国 TikTok Shop，开始做电商了，但是还是要求说，哎，你最好是有美国公民，对吧？美国的各种身份，美国的这个税号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你才可以在这边来开店。啊，甚至呢要求说你在美国是不是应该有本地仓啊？啊，这样才可以去搞。结果发现不太对劲啊，这个事儿做不起来。啊，那么想明白了一个事情，说真要想把美国的电商做起来，必须有一个力量是要依靠的，没有这个力量，谁都做不起来。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中国商家、中国厂家啊！你没有中国厂家，想到美国去做电商，做懵吧你就，对吧？中国电商四小龙，阿里 Express、申印、Tmall 都是这个从中国把东西拉到美国去卖啊，没有任何的说我要给你制造障碍，不让中国人进去，没有这事儿。所以现在 TikTok Shop 作为四小龙里进去最晚的一个，说来吧，咱也别装了，对吧？该实话实说了，咱们就是往这儿来卖中国货的。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且中国是电商运营赌徒的大本营啊！为什么管他们叫电商运营赌徒呢？因为他们真的敢赌，对吧？1块钱买的东西，他敢1块1卖了，哎，剩下1毛钱他还拿去打广告啊！他们就敢干这样的事情。美国人绝不干这个事儿，只有他们敢干。而且大家要想清楚，咱们前面讲的 AliExpress、申印、Tmall、TikTok Shop，他们挣的是什么钱？真的是卖东西的钱吗？他们不挣这个，他们挣的钱叫做广告费，叫流量分配费。如果没有这么多电商赌徒在里边去砸广告的话，他们挣啥钱？所以一定要让中国的电商运营进去玩啊，才能挣到钱。而且这个东西并不只是中国电商四小龙验证过的。亚马逊怎么起来的？你说啊，亚马逊原来卖书的啊，后来人家怎么去做？那时候亚马逊都可小了，那时候也就是几百亿的公司，对吧？
亚马逊真正起飞是靠中国卖家，是说我们现在啊开放让第三方卖家入驻，让中国卖家入驻，亚马逊就起来了。然后其他的 Shopify、Wish 其实都是靠中国卖家起飞的。你只要做电商这事儿，你没有中国卖家你是起不来的。所以现在 TikTok 说，哎，咱也不装了啊，你这个原来想照顾你体验啊，咱们这个搞一些温柔的啊，咱就不用温柔了，咱就直接上吧，对吧？直接这个你要什么我要什么，大家都知道，对吧？而且呢，TikTok 原来其实是承诺过要在美国招聘大量岗位的啊，但是呢，当时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2020年8月份，当时的川大统领说：“哎，我要把 TikTok，命令他强制拆分，下了一总统令，对吧？当时干的事儿。然后2020年8月份，TikTok 承诺在3年内在美国招聘1万人。啊，但是现在我们讲啊，到今年1月份500人，现在是1400人，啊，这个数据呢，可能还在随时发生变化啊，现在可能还会再多一些。那么 TikTok 在美国的电商呢，因为前面也是被川大统领吓到了，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到去年才开始慢慢想通了。到了今年说行了，咱不装了，咱直接上吧，对吧？要真的跟Tmall、跟这个申印、跟 AliExpress 去竞争，你没有中国商家进去打的话，你靠美国那点本土商家，你就是玩过家家呢，对吧？你就根本就没有认真在干活啊。那么现在 TikTok 等于说我们啊，甭管你是不是要封杀我，甭管你是不是要强制剥离我，我就努了往前走了啊，我就走到最后一天，悲壮的最后是倒下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不管了啊，咱就只管往前冲，加大投入。啊，那么现在呢，也在联络所有愿意发声的人去给他发声，是吧？包括啊，我前2天看了哈里森福特啊，那多大岁数的老爷子在那儿讲说，哎，我们啊真的不应该去搞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什么什么样的，对吧？马斯克呢也在那儿说，但是马斯克我相信是他自己说的啊，这种人你给他什么样的钱或者怎么弄，他是不会说替你说话的啊。马斯克说了什么呢？他说 TikTok 被封杀了以后啊，对 Twitter 是有好处的，没有任何问题啊。Twitter 呢自己这个流量也会上升，但是呢但你们知道我是反对封杀任何东西的啊，这种封杀其实是不好的啊。马斯克也出来说了，然后川普呢也出来说了啊，川大统领说了说这个封杀 TikTok 只会让美塔做大。其实我觉得川大统领真的是看得非常准。啊，封杀 TikTok 唯一能够获利的人就是Meta、Instagram 啊，这个东西能获利啊，而Meta又不喜欢它，所以他说啊，这个不行啊，我们不能去封杀 TikTok 啊，他也讲了。然后啊，还有当红巨星了，泰勒·斯威夫特开始在 TikTok 上宣发自己的新专辑了。大家要知道啊，泰勒·斯威夫特他后边的唱片公司叫环球，环球呢是跟 TikTok 谈判破裂了，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视频在讲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谈判破裂了以后，环球马上就宣布，包括泰勒·斯威夫特在内的旗下艺人的音乐直接从 TikTok 上下架，你不许放了，对吧？但是在4月19号，这个泰勒·斯威夫特发布新专辑，应该叫《苦难诗社》，他的第11张专辑的时候，就开始大批量的在 TikTok 上进行宣发，对吧？他是4月11号，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突然恢复上架 TikTok 了，但是这并不是环球跟 TikTok 彻底掰扯明白了啊，没掰扯明白呢，只是泰勒·斯威夫特的内容回归了 TikTok 啊，其他的环球下的艺人还没有回归。泰勒·斯威夫特对自己的内容是有极大的权限的啊，他说想回就可以回，而不听环球的。而且从4月份入驻 TikTok 以后，泰勒·斯威夫特相当的活跃啊，当然不是最活跃的啊。这个4月份，你想这才几天呀，是吧？没几天，到现在也就是20来天啊。他的这个名字就是你到 TikTok 上搜 @Taylor Swift，中间没有空格啊，那么就是可以找到他。总共发了大概70-80条视频啊。你想从4月11号到现在，也就是十来天，对吧？发了70-80条视频，然后呢有3000万粉丝，那真的不愧是啊国民，我觉得是算世界级偶像啊。然后呢，他发的这个70-80条视频获得了2.295亿次的赞，所有的视频啊
基本上都没有少于100万次赞的，都是1点几个 million，有高的能到5个 million 的这种赞，非常非常吓人啊。那么下面除了这个 TikTok 在更加积极努力的拉着美国的所有阶层啊去反对这个事情之外，那么剩下的就要积极的诉讼，去诉讼美国政府啊，告你去违宪。但是这个过程呢，肯定并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正式通过美国立法程序，两院都投票通过，总统签了字的东西。对吧？那么到这一天啊，甭管你这官司打成什么样，应该还是会被限的啊。就是如果中间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一定会限。哪怕下一个总统是川大爷，对吧？那么他说我想推翻这件事情，他们也需要重新再走这个流程啊，就是两院可能还要再投个票，再把这个法废了，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反正就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会经历像中国滴滴这种事情。这中间有一段时间你就没有办法再去上架，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啊，TikTok 一定会说，我就把官司打到底啊，哪怕说你让我这个彻底退出了，我也得一直告你，一直告到结束为止啊，或者说你最后要这个判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一定要一直告下去啊，而且呢会组织更多的民间请愿活动，对吧？前面让孩子给本地区的议员打电话这件事儿呢，原来我觉得它是个昏招啊，现在看，哎呀，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对吧？那么现在既然总统已经在法令上签字了，那以后就更多的组织这个请愿活动就好了啊，希望能够做得更加聪明一点啊，就是能有更多的人去说，哎，我们就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是要在 TikTok 上去发声，而且它本身是社交媒体平台，对吧？啊，那么大家就在努力的去再组织更多的人啊，上面去说话就好了啊，这个还是有需要的。所以我觉得 TikTok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会给我们贡献非常非常多的话题。那么拜登呢，TikTok 账号还是非常活跃的啊。这个但是拜登的 TikTok 账号没有泰勒·斯威夫特的活跃啊。虽然他发了200条视频了，但是呢，他这时间长啊，而且拜登的这个 TikTok 账号呢，现在流量其实是相对一般的。他的这个名字呢叫拜登 HQ 啊，大概叫这样，所以叫拜登和哈里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TikTok 账号。有30万粉丝，一共呢是380万个赞，然后很多新的视频上的互动大概只有700-800、1000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啊，你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点东西，居然都没什么人看啊，这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TikTok 的数据是什么样，反正跟泰勒·斯威夫特比起来，是差非常远的，人家随便一个视频都是100几十万，是200万、500万赞啊，你这个几百个赞、600-700个赞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丢人啊！啊，当然了，这个作为他的竞争对手啊，川普并没有开 TikTok 账号啊，这两个人也真的是很神奇，就是上来说我要把你封掉，这拜登说来我们开个 TikTok 账号，然后我封是封的啊，然后那头我去宣传，我去在上头去聊天啊，我接着去不停的拍视频啊，这个事儿去干去。然后川普说你们别封啊，然后结果他不去开号啊，这个真的是美国人还是蛮有个性的。那么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第一个还有得折腾啊，会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话题，甭管是最后封不封还是怎么封的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一期一期的把这个话题讲下去，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后面呢，应该会这应该反正不停的会成为这个一个经典话题吧。然后呢，拜登呢，其实他给自己放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啊，也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余地啊，他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哪天说，哎，我看到了美国民众的呼声，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啊？或者说，这个我们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怎么样啊？你就必须要去如何如何。他完完全全可以不停的在竞选辩论上拿这个事情去炒作，对吧？他比如说后边跟川大统领开始竞选了，那俩人就开始说呗，就这一个事儿。我估计他们俩能够唠个这个3小时的没毛病吧？说，哎，你这个到底封还是不封啊？你看你还跑到上面去开账号，对吧？然后这个封了以后又怎么样？不封了以后又怎么样？对吧？这个就完完全全俩人都可以吵嘛。
啊，这个还是我觉得算是给他们今年竞选作秀啊添了一些浓墨重彩的佐料吧。那么你说有没有可能最后有一些解决方法呢？啊，这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我觉得呢，有一些折中方案是有可能能够让双方下得来台的。现在需要下台的人根本就不是 TikTok，也不是字节跳动，而是中美两国的政府需要下得来台。所以呢，字节跳动能做的事儿是什么？绝不是说，哎，我把这个剥离掉啊，或者说我就这个跟你升扛，其实他也扛不过人家，因为人家毕竟是合法政府嘛，对吧？所以呢，字节跳动能干的活呢，一般叫做第一，进一步的明确控制权啊，我这个控制流程是什么样的，我的这个审批手续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建立更多的监控机制。你看我这真的是东西都在你这儿呢，然后我们也都这个很好的做了监控，然后我们还找了独立董事，对吧？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眼皮底下干的，对吧？这是他能去干的，甚至呢，比如说玩中兴那一招，中兴通讯原来干的是什么？就是来你派个法官过来，你坐在我公司里头，然后你天天看着我干活，对吧？我真的没骗你。这件事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说我把秀给你做足，但是呢，我又不去做拆分啊，这个可能。然后如果真做足了，那么拜登呢是有可能顺应民意，或者说，哎，可以啊，说那个你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中间这些折中方法，我们觉得已经可以保护了，这个话是有可能会转变的啊。而且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其实也是有可能能够接受的。我跟大家举一故事吧，在应该是2015年啊，我当时去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去找这个联想创投啊，谈一个事情，就是收购茄子快传啊。当时去谈这个，然后呢，这个联想就说不能卖给你啊，这是我们自己孵化的，我们不能把这东西卖给你。后来我说我们需要这东西合并报表，需要做所有这些事儿怎么办？然后联想说这样吧，咱们做一个这个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案啊。什么方案呢？啊，你呢少买点股份啊，也少花点钱，这个，但是呢，我把投票权给你啊，你自己可以管理公司，这个，但是这公司还是归我的，咱们两边呢都得到了自己满意的方法，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一次TikTok 被分拆最终的走向吧，有可能就是向这个方向走，就是一方面我们进一步加强数据管理，加强数据监控，加强这个整个 TikTok 自己的决策独立过程，对吧？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又不做彻底分拆啊，我就这么干啊，就这么往前走。然后呢，告诉你说，哎，你看我真的已经做好了，你放心吧，对吧？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后面其实真正最后看的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博弈，说，哎，我们经济还不错，对吧？现在布林肯来了，咱们接待规格也很高嘛，虽然我们又跟他指明了一下方向，对吧？但是有可能最后就把它谈明白了呀，对吧？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或者谈到哪一天说，哎呀，这个咱们还是这个好好谈一谈，我们不要做对手了，对吧？我们这个要这个继续合作下去，我们继续做伙伴吧，这个没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对吧？从拜登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要的不就还是说，哎，你的数据安全，对吧？然后你又不听这个中国的话，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决策机制，是一家新加坡公司，是一家开曼公司啊，甚至是一家美国公司，对吧？这个只是你美国公司后边的股东是中国人而已，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有可能够有一个解决，但是解决的唯一就是这条路啊，也做一个双方折中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啊，绝没有说哎我们应该接受啊，或者是这个其他乱七八糟，这个是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那么如果真的封了以后会怎么样？啊，这个对于 MCN 机构来说，对于这些大网红来说啊，其实大家不用太替他们担心。为什么呢？这个他们是早就四处出击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我很忠诚在哪个平台上去啊，没有这事儿。你就跟咱们前面讲东方甄选似的，对吧？他完全从抖音上涨起来的，现在淘宝也去了，拼多多也去了，这个叫什么京东也去了，快手不知道去没去，好像还没去，对吧？那么这就是真正的 MCN 机构干的活啊，四处出击。所以呢，如果真的把这个TikTok 封了，对于他们来说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啊。然后对于这种普通人来说，哎，你说 TikTok 封了
我比如说在 TikTok 上是个小网红，我也没有机构，对吧？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会稍微麻烦一些他们需要重新去到 Instagram 上，到 TikTok 到 YouTube Short 或者到这个叫 Twitter 上去干嘛呢？重新建立粉丝群，重新建立影响力。现在呢，肯定已经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了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我们能够感受到，怎么感受到的？作为一个 YouTuber，我突然发现从4月1号那一天开始，我们所有的流量下降了30%，然后我们在群里的所有 YouTuber 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流量哪儿去了？这些流量就是给 YouTube Short 给短视频了。以前 YouTube 界面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视频在放，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大溜这个叫推荐视频，而现在你再看 YouTube 界面，这边是一个视频在放，然后右侧最上面是什么？叫推荐短视频，然后再往下才是推荐视频。所以短视频整个的这个叫做露出机会，整个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急剧上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说，哎，我现在原来在这个 TikTok 上有粉丝的，我现在想到 YouTube Short 上来再去折腾一下，行不行？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个包括 Twitter，现在你到 Twitter 上去看，如果是你看这个为你推荐这一栏，基本上都是短视频。大概像我现在关注的所有号，包括他推荐给我的号，因为为你推荐并不一定都是你关注的人嘛。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应该有80%的 Twitter 都是带短视频的，而不是图片就是短视频。所以马斯克已经完完全全的转向去拥抱短视频了所以这件事情马斯克说，哎，把他干掉了，对我是有好处的，这个话并没有说错，对吧？但是如果真的把他们封掉了把 TikTok 封掉了，得到最大好处的一定是 Instagram Reels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社交媒体，就是 Twitter 也好Twitter 其实你认为它像一个新闻媒体强一点，社交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什么叫社交？就是这个人的社会关系要参与交往，对吧？其实我们在 Twitter 上关注的大部分人我们是不认识的，而 YouTube Short 呢，你更不是一个社交媒体，对吧？这个大家到 YouTube 上来，其实看的叫兴趣爱好，对吧？实际上是叫内容社区，它不是一个这个跟社会关系有关的事情，对吧？你说这个人你去看了，他可能跟社会关系有关，但是核心还是你喜欢这人的内容，对吧？同样社会地位、同样社会这个关系的人，你可能不一定爱看他的东西这个事儿，它在整个的流量分发以及大家关注、大家互动的这个内容才是占核心的。而这个里边只有谁是真正的社交媒体，就是 Instagram 和这个 Facebook 的社交媒体，对吧？大家在里边都是真实的好友在互动，所以这一块呢，确实是成为最大的赢家。这个呢已经被验证过了这件事儿，在哪儿验证呢？在印度验证的印度把 TikTok 把快手都封掉了以后，印度本土是做了一堆新的小应用，做了一堆，但是做完了以后呢，都起不来大家也是 Twitter、YouTube Short 和 Instagram Reels 到印度再去抢用户，那么最后抢到最多用户的就是 Instagram Reels 其他的都不行这个在离开了这种超重运营能力的中国团队竞争之后，Instagram 一定是最终的赢家。在做所有这种社交媒体运营的时候，中国团队就是中国，包括最开始 Music 的团队到后面的这个 TikTok 团队都是这种极重的运营，就是他真的会给每一个网红写信的，对吧？然后定期写一封信过去，说您好，最近有一个什么新的话题，我发现您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发消息了没有发信息了，您是不是发一条？然后这个信息很火，您是不是来一条我们发现哪个商品特别适合您去卖，您是不是试一试？这是 TikTok 干的活儿，是抖音干的活儿，但是对于其他所有的这些大的什么，甭管是 Instagram 还是 Twitter 还是 YouTube Short，他压根就没有人力来去干这个事情他干不过来的。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超重型运营，对吧？这个如果大家都退了，那么最后就是 Instagram 会胜出就是跟川大爷想象的是一样的。至于再往后这个事情如何发展，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去看就好了，对吧？这就是不断的给我们贡献新瓜不断的让我们去看看说又发生了个什么新变化，后边比如说又有哪些大腕出来去这个说话了又有哪些这个法官又怎么样了包括一些哪些政治人物又说什么了或者周受资又表达什么了，我们又可以有新的节目出来讲比如说他们又
这个开始请了哪个律所，然后怎么去上诉了，对吧？谁受理没受理这案子啊？后边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好啊，今天呢第一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等回去后看看是否出银行限制，就明白谈得如何了。啊，这是讲的布林肯哈，这个现在据说是不会出银行限制啊，因为说王毅已经把这事儿跟他谈明白了，说这个银行限制是不会出的，这个反正至少这次不会吧。但是大家要看啊，5月份普京要来，对吧？那个普京来完了以后回去了，是不是这银行限制会下来？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对吧？我等屁民信息闭塞，只能看中美两国在 TikTok 事件上双方的态度，以猜测脑补双方的底牌。哎，这个里头其实没有那么多底牌了。我记得以前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啊，也不叫以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啊，父母两个妈妈都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呢，这个关老爷就判啊，这个好像是当时《聪明的一休》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故事，说你就这个两个妈妈你就使劲拉，然后把这个小孩一人拉扯一半剩下的那个就反正每人领一半回去，然后有一个妈妈就松手了。松手了以后呢，这个聪明一休就判说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啊，为什么？因为你舍不得，那不是自己家孩子，他就舍得。但是现在的状态呢，是我们在谈的是美国的 TikTok，中国政府呢一定是舍得，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美国舍不舍得这事儿呢，咱就要看了啊。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TikTok 算是新媒体喉舌啊，文华宣传阵地啊，是这样的。TikTok 肯定是一个很强的宣传阵地了。点赞了啊，感谢大家晚安啊！记得亲自留言、亲自点赞啊，一定要干这个事儿。烂尾就算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乱讲。这个希望美的把 TikTok 这个根本不存在的 APP 从美区下架吧。反正这款 APP 根本国人用不上，搭了梯子，还要拔卡，现在不用拔卡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今天已经亲测啊，直接就可以上去。为什么？它就要吸引更多中国商家进去。啊，这个现在对中国商家的防范是越来越松了。来喽，这是扎库。然后大家周末好啊，周末好，点赞点赞。对，分手谈钱不寒碜，这个事儿呢，关键是他不会分手啊，这个事儿肯定是说你要想谈分，我就跟你不死不休啊，一定是这样儿一哭二闹三上吊，赶上了，哎，好。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拿 TikTok 来祭旗，也算是正常操作。其实怎么说呢？TikTok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挺可怕的。像刚才我跟大家为什么专门花了挺长的一个篇幅去讲 TikTok 的推荐算法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东西其实是一个大杀器啊，非常非常大的大杀器。如果完全不受控制的去运转的话，或者背后还没有一套机制让它去这个自主的去运转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什么意思？国内不拔卡还用不了？以前是这样，国内是这样，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 iPhone。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就是他们在国内做 TikTok 电商的人给我的那种脚本啊。这个脚本是什么呢？第一，买一个新的 iPhone，然后第二，这个新的 iPhone 呢不能激活啊，或者如果你已经激活了，要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第三，拔卡要把那个手机卡拔掉。第四，要连到国外的这个节点上去，而且呢不能是机房 IP，还得是家庭 IP 或者是办公室 IP，啊，这个都有卖的嘛。然后你买完了所有这东西连上以后，再怎么激活，再如何做，它有一的这个流程，大概有20几步还是30几步，才能够让你到 TikTok 上去干活。它那个确实是非常严格啊，但是最近突然开始放松。
TikTok 放开限制是因为苹果手机不让检测 SIM 卡信息了。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原因还是他准备在那边去做很多事情。就是他真的想限制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限制。现在不拔卡还是用不了啊。哎，我今天反正爬上去转了转，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些数据都是我直接挂了个梯子就直接看到了，对吧？老拜登上 TikTok 只不过是为拉年轻人的选票，否则就他这个关键是他也拉不到啊，对吧？我觉得他想拉年轻人的选票，还不如到这个什么，比如说泰勒·斯威夫特的这个视频下的发个大火箭呢，那玩意儿没准效果还更好一点。然后不过怎么看 TikTok 都是在劫难逃，看最后怎么谈价钱而已。这事儿跟价钱没关系，就是你给多少钱他都不可能卖给你，对吧？这个事儿就不可能是以卖收场，就这种钱就是拿了呢叫丧权辱国，对吧？这个 TikTok 大概率这次是在劫难逃啊，就看能否保留点儿阵地啊，而不是被全歼啊。这个如果是真的被美国封禁了，就是全歼，没什么好说的，对吧？现在这个西方各国都会跟进，只要你在美国退出，而且美国退出了以后，不光是 APP 下架的问题哦，就是你的云计算都要给你停掉，因为你想 TikTok 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这个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吧，这个可能真的是不是像我这种经历的人还讲不了这个故事。就是以前 Musical.ly 在做的时候，你们知道它最大的一笔成本是什么吗？不是人员工资哦，是那个公司叫阿卡麦，哎，是给他做视频 CDN 分发的那公司，就是他每年的最大成本是这个，对吧？就是他融的钱啊，是全都烧这网了。因为你想你要看视频，你要保证这视频还能刷得出来，它一定是要在你附近有一个节点存这个视频，然后才能快速的给你看，对吧？那这个是要交钱的，而且很贵的。现在美国不光是说你要下架，是要让所有这些服务商都停止给你服务，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下了 TikTok 了，对吧？比如说你从别的市场下了，啊，或者说你在安卓上直接这个自己偷偷装进去了，啊，或者苹果侧载了，我给装进去了，这个所有讲这种话的人压根儿就不懂这个玩意儿在干什么，对吧？你想你一条视频都刷不出来，一个视频刷的时候中间卡的跟那个什么PPT 似的，那还有人看吗？不会有人看的。所以真正对 TikTok 封杀最狠的不是商店下架，而是后台所有的这个云服务商不许接他服务，对吧？你说，哎，我在这个欧洲给你接服务了，你到美国去看，开啥玩笑？你哪能看得过？肯定是那视频卡成狗，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个只要在美国封禁，绝不可能保留任何东西下来。而且美国上完了以后，对吧？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吧？肯定你跟着上，欧洲各个国家也会跟着上。而且欧洲现在已经，欧盟议会已经开始在出文说我要限制 TikTok 了，已经开始干了，对吧？这个所以就不要想啊，只要被限就是死。拜登 HQ 后面的呃是 headquarter 啊，是总部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现在写的那个账号介绍是拜登和哈里斯啊，大概是这样的啊，跟他在 Truth Social 上一样啊，全网同名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政治秀啊，最后不一定真把 TikTok 铲走，就是为了选票。对，但是他就等于是把这个搁在手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的去来回拉扯吧，他就可以有这个各种的政治资本，我觉得这个事儿是 OK 的。政治上这次 TK 应该是不行了，至少谢大使这次的神助攻，这个后劲儿还没过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原来呢，他不说这个话，TikTok 也不敢卖，就是字节跳动也不敢卖。他现在既然说了呢，那这个事儿就这样了呗，对吧？我觉得他们最近干的比较好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没有再跳出来强调说申印是一家中国公司，而且申印现在在美国上市这件事儿，据说在国内是已经放行了，说你可以去美国上市去啊，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美国到底让不让它上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啊。
但是这个 TikTok 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回旋吧。既然申印，对吧？我允许它到美国去上市了，那么 TikTok 我以后可能也会允许它到美国去上市。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如果你变成了一个美国上市公司，它可能有很多的股份就在美国股民手里面，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算不算是一种分拆了呢？其实也可以算我上个市行不行这其实也是个思路啊。已经生效了的法案，美国政府没有可谈的空间了吧？肯定有啊，就是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法案生效了以后，还是会被起诉作废的。这个美国是个法治国家，算他倒霉。这个月初，川普还说欢迎中国公司来美国建工厂，招聘美国本土工人，销售给美国本土。这样的话，我们就欢迎中国公司这么做。川普还是在商言商，所以1年后川普主政的话，TikTok 乖乖把美国业务卖给甲骨文这种公司，举例事情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你们就不要想，这卖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卖的。这个从我做这个第一条视频，我就跟大家讲，这事儿就不可能卖，对吧？这个因为 TikTok 本身我做的视频就比较多，因为原来毕竟还跟他们打过一点点小交道嘛。这个我记得是在周受资去参加听证会的时候做了一条，后面可能还这个在这个众议院提出法案的时候又做了一条，在众议院提出法案的时候那条我就已经讲了，说不可能卖这个事儿只能是这个要么美国政府妥协要么就是这个叫做我们就退出这个事儿一定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绝不可能把它卖掉这个都想都不用想。当然那个时候呢，也确实有一点没想到，就是后边这事儿会推得这么快，而且会赶在这个4月24号把它签掉，对吧？让拜登还可以在离任之前的最后一天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真的是没想到美国政府这么高效率的时候不多姐夫今天直播说了竟然在业界新闻看出了连续剧的感觉这挺好的。其实业界新闻出连续剧是很正常的。这个你像咱们前头讲小米造车讲了多少条了，对吧？讲这个董宇辉讲了多少条了，讲了这个叫做什么 TikTok 讲了多少条，这个是很正常。有媒体说 TikTok 可能出售剔除算法TikTok 这个想都不用想，就是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个说可以商量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些媒体呢自己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到底是咋回事儿。特斯拉这只股票纯粹就是大资金操控向上向下。好，这是准备听下一个故事了待会儿来讲。神仙打架还是小板凳吃瓜吧？对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小板凳吃瓜就好了。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也觉得很离谱，马老板靠嘴炮把股价拉上去了，真的是靠嘴炮待会儿我们去讲他这个那个会稍微的简短一点点。我咋记得这个故事是国内古代的一个案子，是国内古代的一个案子这个最早是国内的，我忘了是这个案子，这个故事最早出处是哪儿？就是这个两个妈妈撕孩子这个事情。但是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就是看《聪明的一休》，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上有这么个故事。埃隆办事风格是嘴炮先行，没毛病那是肯定的。不用拔卡了吗？反正我是没拔。必须点赞感谢感谢。县官判小孩的故事有个 bug，没考虑过小孩的妈妈是个后妈。哎呀，这个人家是一个故事，对吧？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讲道理的，对吧？你不能在这儿去分析说这里头还有什么 bug，这个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就算封禁了，最多就是应用商店下架，美国总不能像中国屏蔽谷歌那样建立防火墙屏蔽吧？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如果像 TikTok 这样的项目被 CDN 封禁了，或者被云服务商封禁了，那它就算是在应用商店上可以上架，也是白费根本看不了，你看的会卡成狗的，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的，TikTok 是认知作战的前锋，所以老美才害怕的要死。
我觉得也不一定害怕的要死，但是我觉得把 TikTok 作为一个标靶来去折腾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晚上好啊，这是拒绝送院，试了下不换卡还是不行。哎，反正我今儿是行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国内现在也在谈啊，就是说很多的对商家的限制都在放松。刚刚实测了一下，果然不用拔卡了。你看这个，反正这也有可能是苹果的问题啊。难道还挑人吗？你是不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你说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现场来看结果啊。内容推荐算法干到极致就是一种原子弹，人为制造茧房，控制思想，是这样的。再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郑朝辉啊，郑朝辉是易点资讯的创始人啊，原来雅虎北京研究院的院长啊，后来出来以后做了易点资讯，然后他这个后来在美国啊，他后来回到美国，他应该是我印象里是绿卡，他回到美国做的这个叫 Newsbreak，然后他每年有一笔很奇怪的收入啊，不多，每年大概我忘了多少钱了，他跟我讲过啊，他每年有一笔收入，然后这个收入你不拿还不行，这个收入是谁给的呢？中宣部给的，每年都给，然后给的是什么呢？叫讲好中国故事，对吧？你必须得拿啊，你不拿都不行啊，每年都给，然后到点就到你这儿来了，说哎，我这儿有钱啊，你必须得拿着，所以这个你们听这故事你们自己想，哈哈。甲骨文恐成最大输家。对，甲骨文这一次如果是被封了，他肯定就是啥也不剩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三哥开发的那个破解版可以直接使用，不用架梯子也能刷，这是什么？我没使过啊。国内商家有些已经在 TikTok 乱来了啊，这样弄不会像上次弹窗一样吧？商家的事情啊，你不要想太多啊，因为怎么说呢，他毕竟就是卖东西，人家大家是求财的，对吧？他不会太过分的。但是你对于你要在那上去竞争，比如说你准备在那边卖点别的给他，对吧？你跟国内商家竞争这个事儿呢，你是会被乱拳打死的老师傅，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国内商家那个套路实在是太深了啊！怎么能在屏幕上互动啊？这个软件叫 StreamYard 啊，StreamYard，这个是可以把它点出来的。美国害怕 YouTube 变成另一个TikTok 变成另一个 YouTube，其实就是围绕着得媒体得天下这个思路。这个，哎，我觉得真正害怕的人应该是扎克伯格啊，不应该是他。北美的大学都在白左横行的场所，我们家孩子倒是不用 TikTok，但是谁弱谁有理，谁弱谁同情的思想根深蒂固在脑袋里植入了啊，这个事儿很神奇。因为我今天看到马斯克还发了一条说这个白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叫谁弱谁有理，谁弱同情谁。然后呢，我还评论了一条，当然我写的中文评论，我估计他也看不到了。我写的是什么呢？我说啊，这个强者呢未必就有罪啊，这个弱者呢也未必就有理，但是呢，强者还是要付出更大的社会责任，否则的话，弱者就没得活了，因为社会规则本来也是强者定的，对吧？然后这个弱者最后如果没得活呢，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啊，本来比如说每天他有这个面包吃，有火腿吃，对吧？然后虽然吃成个大胖子，就美国很多穷人是很胖的啊，这个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生活还可以，醉生梦死一下躺在那儿刷个 TikTok 挺开心的，对吧？现在哎，我要给你管你什么都要管，对吧？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有时候比咱们想的明白，对吧？就是穷人呢，你别跟他那个计较，他们愿意怎么躺让他们躺去。咱们这儿呢都是富人，你随便啊，穷人我给你管得死死的，一定变成道德楷模啊，这个事儿就比较奇怪。而且在各个国家的交通法规里，实际上都是有体现的。你比如说，只要是人跟车发生交通事故了，车一定是会负责任的，哪怕说这个人，对吧？你违反了很多的交通规则，跟车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车依然会负交通责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车是强势嘛，啊，所以这个一直是如此的。
我刚刚试了啊，TikTok 确实不检测 SIM 卡了，我一直都是用美国、中国2张卡，TikTok 是检查数据卡，数据卡是中国的无法连接，黑屏，这个数据卡是美国的才能正常使用，好吧？这个，哎，你用 AI 用那个什么呢？用WiFi 呢？你比如说用 WiFi 直接翻过去，应该是可以的。OpenAI 29号要有大动作，估计 GPT5会放出来。哦，是吗？那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TikTok 美区电商是最近才上线，也不是最近，去年2023年就上线2023年应该是，年中往后就开始上线，就开始做啊。也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支持，而且我觉得最近它会更疯狂的冲锋一下。啊，圣经也有这个故事，是吗？这个我还真不记得了啊。所罗门王判的，这个最早是哪儿来的？那如果圣经的话，也没准是个圣经故事啊。这是所罗门王的故事，好吧？不卖的话，赌很大，要么就欧 pass，要么就直接在美国绝境。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赌最大的这条，就我现在就使劲冲啊，这个使劲招人，使劲冲，使劲折腾，人是折腾到最后一天，你就真把我干掉就拉倒。啊，这个好吧，这个是看来圣经看的比较好。我圣经大概只看了前面创世纪的部分看了啊，后边的部分没看。这个原版是所罗门王，好吧？所以就没出路了吗？我觉得出路不在他手里，就这个事儿根本不是字节跳动和 TikTok 能够决定的，还是在中美两国政府手里头。如果两国人谈好了，也就有出路，对吧？如果谈不好的话，也就这样。安卓啊，安卓可能确实是麻烦一点。苹果手机不用拔卡了，你看大家都在试嘛。需要更新一下 TikTok 才可以生效啊！你看看，人家说你 TikTok 版本太基啊，更新一下。啥时候移民啊？哎呀，穷啊，真穷啊！我老想跑了，这个但是移民需要钱啊，你赶快给我加个会员，对吧？然后给我打个赏，然后我就跑了。这个不用拔卡亲测，你看这不是有人测了吗？苹果啊，前几天更新了 TikTok 就可以看了，是啊。王思聪移居日本了，是吗？啊，今天我看有人在讲王思聪给他洗地啊，就讲这个，说王思聪呢，你可以质疑他的这个，呃，找女朋友的眼光，可以什么，但是他不是个坏人。讲的是什么呢？王思聪讲的话叫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亏别人钱，对吧？这个我们不停的卖股票，不停的卖商场，不停地卖地，但是该还的账我们还了。该给人的工钱我们给了，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问题变成社会的问题，对吧？他讲了这么个话，然后呢，所有人都在给他点赞，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商比，他就已经算是很好的了。甲骨文是要退出中国市场了吗？不知道啊，因为做互联网以后就彻底不跟他们打交道了。TT 算法相对 YouTube 和 Instagram 的优势还是什么啊？低人权优势啊？这个我觉得啊，你没必要去这么去扣帽子。然后呢，老范回互联网大厂上班的门槛是啥？是对岗位、工资等要求比较高，坑少，还是大厂对年龄有硬性要求？这个不知道啊。其实怎么说呢，我呢是一直想回去上班，但是呢，主要也停留在想的基础上。你让我现在去写一份简历四处去投呢，这个可能我也这个放不下脸上去干这个事儿。对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互联网大厂其实挺难进的，对吧？他们对于学历、对于学校、对于年龄，现在要求卡的是非常死的，对吧？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呢，真的是有难度了，对吧？如果哪个互联网大厂听到了说，哎，我们这儿需要你来上班，赶快告诉我，我马上就颠颠上班去。这个 anyway 向老范问好，第一次参加老范的直播，马上要开始这个开会了哈，祝老范节目越办越好，有空继续发言支持，好吧？这个继续发言，欢迎。这怪不得这段时间有不少国内的福利机开始在 TikTok 直播了，原来是开放限制了。果然，他们代表了人类的第一生产力。哎，这个我还真没看着啊，但是我 TikTok 也刷的少。
我到现在都没有装过抖音，唯一用过的是快手，是2016年啊，不到1个小时就删了。当时看快手就是为了，狠活土视频啊，这个发现没意思，标题党居多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再装一下，还是挺好玩的抖音。我反正每天还是会刷一会儿的啊，不多。这个计划禁止苹果公司在华销售，这个我觉得你太不了解我们了啊！我们不会禁止的，一切都是潜规则，对吧？你自己卖不好，这能怪我吗？啊，我啥也没说呀，对吧？这个上来就禁止，你以为我们是美国人吗？美国那傻帽，我们怎么能学他呢？我们这多高深莫测，一个眼神过去，上下人全懂，对吧？这才是咱们的艺术呢。TikTok 是这样判断的：双 SIM 卡 iOS 检测数据卡是否是支持的国家，不支持黑屏。安卓如果是数据卡是不支持的国家也可以用，但无法点赞和关注。前提是双卡中有一张必须是支持国家的 SIM 卡。这个还真没太确定啊，回头我去试试。我只是今天发现我能用了，然后很开心。国家工信部和商务部正在拟定计划啊，最后不过是一纸命令啊，这个不会有命令的。我觉得你太不了解我们了，真的。你以为国内出过文字说我们要禁止三星手机销售吗？没有的，三星手机一直在卖，但是三星手机就是卖不好了，对吧？我们会禁止什么？我们会要求说，哎，你们以后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国产 CPU 啊？不要买英特尔和 AMD 啊，这种文我们会出的啊。然后出完了以后，你可以不是说彻底不让你买，你还是可以买的，只是我们要求你优先啊，它是变这样。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啊，连翻墙 WiFi，直接能打开手机2张卡，一张国内，一张香港，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它肯定还是说你还是要解决这个科学上网的问题啊。我刚才用 WiFi 挂梯子不好用啊，双卡里边还有张美国卡，但是数据和通话都是联通的号。这个回头我去试试啊。这个老范说的那个强者和弱者，是因为强者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忽略弱者啊。好像有个阴谋论，西方各国开放大麻就是让弱者躺平，还有快乐，别闹事儿。这个开发大麻肯定有各种阴谋论了。他们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讲法是这样，就是大麻本身对身体的危害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成瘾性也没有那么强，对吧？大家也知道，咱们日常接触的所有的吃的、喝的、抽的、玩的这些东西里头，成瘾性最强的东西其实不是大麻啊，可能海洛因是这个成瘾性是会强一些啊，然后香烟有一定成瘾性，但是成瘾性最强的东西叫糖，就是白糖那个东西成瘾性极强，对吧？这个但是你说你能把糖戒了吗？啊，而且这个就是大麻这种东西，你去禁止它呢，这个成本又很高，对吧？成瘾性有一定的成瘾性，但是没有那么强，对身体危害性也没有那么强。其实对身体危害性更强的，其实也是糖啊，所以他们就放开了啊。有人是讲了这样的一个话，但是呢，你像你这样的说呢，其实也是，也可以算是一种阴谋论吧。你们总说挂梯子，这种人就属于把他踢出去，这就坏人。美国搞 TikTok，中国搞苹果，这个中国不会搞苹果的，我们一直会标榜。你像咱们现在都没有说我们禁止了谷歌和 Facebook，对吧？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有法律，你只要愿意遵守我的法律，我们随时欢迎你进来。只是我法律的标准稍微模糊了一点，对吧？到底什么时候算这个适合我的法律了？由我说了算，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咱们是这样来干的。我从来不说我们禁止了任何的这个国外的 APP，对吧？没干过这个事儿，从来不干。我们只要有法律，你只要愿意遵守，我们就让你来。你比如谷歌进不来吧，但是 Bing 可以进来呀，微软 Bing 你可以在国内使的，因为 Bing 是愿意遵守中国法律的，我就让你进来。你谷歌你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对吧？你觉得遵守中国法律所带来的这个成本啊，是你挣不出来的啊，所以你最后放弃了。那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自由，对吧？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咱都是这么讲的。所以呢，你还是要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啊，是不要这样搞，就是要稍微理解一下我们的这种执政艺术啊。这个苹果手机之前的软件可以手机号一键登录，
现在不行了啊，这个不知道讲的是哪个。这就奇怪了，我有3张卡，乌克兰、泰国、美国。乌克兰和泰国从去年开始一直都有商城，但美国前几天才有。美国应该不会，美国应该是一直从去年就有啊。root 后装个面具框架，改一下环境变量，一直用无压力啊。这能搞清楚这玩意儿的有几个？王思聪出现在日本，就讲人家移居了，不太好吧？对，他有可能还会回来呢啊。但是呢，至少说明一件事儿，就是他可以离境了。因为王思聪以前是不允许离境的啊，这个事儿我是知道的，就是他是限制离境的。现在他可以离境呢，就至少说明国内现在已经又在放松了。来晚了，从头开始看啊，一会儿看看范老师读各条评论也是1个小时之后了，这个你可以在前面加速啊。管理层没有年龄要求，这个但是管理层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10个萝卜都未必有一个坑啊，挤不进去。这个你这个每月 NGN 4000是什么货币？尼日利亚什么意思？没看懂说的是什么啊？有关部门没有进过谷歌，是谷歌自己退出的。是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讲的呀。对，这才叫艺术呢，对吧？我们从来没有封禁过任何公司，也没有强制过任何美国企业把它的这个业务卖给中国人啊，从来没干过。他们自己玩不下去，自己跑了，那是他们的事儿。哎，像那么多日本车厂、日本的这个什么相机厂，在中国玩不下去，自己关了公司，给这个中国工人发 N+3、N+4，然后这个离开中国，那是他们玩不下去，是他们卷不过我们，对吧？我们不会逼迫人家去卖的。什么时候在港区上架？人家刚下架，人家现在香港是使用抖音的，不使用 TikTok。iPhone 搜索发现石油史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里觉得短视频太耗我时间了。有那时候我选择看严肃类视频，历史、科技、打游戏、看片儿，比短视频强啊。现在短视频 TikTok 里头也有所有这些东西，你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有。然后呢，你跟这个短视频平台打交道，就一定要会训练它。你告诉他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他就慢慢把你喜欢的推上来。美区下载就行了估计可能你下载的版本有问题啊。酒精。停止伤害地球宇宙。酒精成瘾性真的不算特别强，酒精是有成瘾性，然后呢也有这个对身体损害，但是真的最狠的就是糖。我没有糖瘾，从小就不爱吃这个很多人还是有的毕竟形势不同了这个不是高谷，你这个好吧，我觉得不知道你在一个什么地方，今天也有500多人了，直播还是要选热门话题，对，有道理这个有的时候讲这个我开心的话题，你们就不爱听，TikTok 被禁了，我就看不了美国美女了，哎，这个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美国美女呢？老王卖掉大部分股份，小王这个哎，这个要看了。为啥你的会员要收尼日利亚币？我搞了半天，我还填了尼日利亚的地址，肯定是你填的呀，你自己填的哪个地址，他就给你收哪个币。你填的你在美国就收美元，对吧？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去给人打赏，我填的是在新加坡，然后就非找我要新元，那反正 Visa 嘛，你就填进去，他就给你扣了新元，最后其实都是一样的加速这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敢做的事情吗？是。背景太花花了人在中间不太协调，建议简约一点，突出人的效果。突出人的效果，我挺突出的。我今天专门换了一个可以体现我心情的背景，然后这个背景叫做宫崎骏风格的龙猫杂货店这个还是有点感觉的，对吧？大家看的稍微有点乱的原因是我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绿幕。我点加入你的会员。然后显示费用是每个月 NGN 4000好吧，这个我估计还是你自己的地址设在尼日利亚了一个糖尿病患者的领悟这个其实你就算没有糖尿病，喝这个东西也是有问题喝可乐上瘾，这个是这样的。咱们前面有一个叫那个，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叫 Tanker，
他就喝可乐上瘾。我们上次在清迈开这个 YouTuber 培训班的时候，那每天不停的抱着可乐喝啊。当年扎克伯格特别想推出中国 Facebook 版啊特别版 Facebook，甚至亲自学中文。他学中文是因为娶了个中国老婆吧，然后亲自肉身考察了一番之后，果断放弃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果断放弃的。扎克伯格呢，其实还是不太适应咱们的环境。我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谷歌，谷歌在中国是有办公室的，北京有一个，上海有一个，香港有一个，对吧？台湾啊，台北还有啊，这个就算是中国的办公室啊，这个咱们政治正确一下。这个而且在北京的办公室、上海的办公室里是有非常多的人的啊。他深圳、广州可能是不是还有办公室，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香港办公室我去过，上海办公室我没去过，我知道有。然后北京办公室我原来有时候会去吃个东西什么的。然后呢，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在这边做研发，然后有很多的销售在这边做销售，啊，包括很多的这种技术推广都在国内在做。Facebook 呢就一直不敢，对吧？他就是包括 Facebook 其实有时候会跑到中国来面试，就是他需要大量工程师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跑到中国来面试了。然后他们面试是怎么弄呢？就是先这个考察，然后找猎头公司，找完了以后呢，找了一堆简历，然后就派一个 Facebook 的工程师从美国飞到中国来，然后约每一个这个面试者，然后到那儿去啊，半小时1小时，在宾馆里见面，对吧？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面试，面试完了以后就发 offer，啊，这个原来我碰到过一些朋友就是这么被面试上的。后来我说你费这劲干嘛？你直接在中国开个分公司不就完了吗？你在中国做销售这事儿总没毛病吧？他说不啊，我们害怕啊，就这样。就是 Facebook 有时候挺怪的。所以现在离国内比较近的 Facebook 应该是新加坡的 Facebook 啊，就是国内这块一般是归那儿管。车展没去啊，这个我实在是懒得去了，因为关键也没有什么想买车的想法，对吧？昨天还在想这个事儿，我说我那个车多少年了，后来一看那个车7年了，因为我前面几个车呢，基本上都是6到7年就换了。后来想想说，哎呀，现在出门的机会也很少，说再换个车呢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原来那个车到现在可能10万公里都没开到，这个就把它换掉了，也觉得挺无聊的，车也挺好使的，所以我就不打算换。然后还专门查了一下，私家车呢是没有强制报废这个事儿的啊，我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只是呢越往后开年检的越勤而已，只要你车况还行，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这个车展我是懒得去看了。我倒觉得背景每次都挺好，要细节有细节，要张力有张力，对，我也是挺喜欢的。这个不是地址，是科学上网的地址啊。搞笑啊，连尼日利亚都能上 YouTube，你搞这有什么搞笑？越南都能上啊！据说皇上吃菜都不是光吃一种菜，我们看视频选择也尽量往这边努力努力啊！这都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这个谢谢，所以才不喜欢推荐大算法。我还推荐算法可好使了，我很喜欢啊。他老婆是越南华人，谁老婆？啊，那个谁是吧？那个扎克伯格是吗？这我还真没注意啊，因为反正我知道他是个华人，但是他老婆好像不怎么会说中文，是真的。对，Tanker 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啊，喝可乐上瘾这个，我觉得自己是配方上瘾，其他百事就不喜欢喝，觉得更甜啊。22年自愿在家的情况下，百事也就放着，好吧。谷歌、脸书广告业务在中国一直没停，对，而且挣的好多钱。就是脸书前面的股票上涨，基本上靠中国的买家把它的广告买起来的。对，两个牌子的可乐在国内横向对比，国外其实算是便宜的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国外的可乐比国内便宜，这是我发现了。不换车，立省100%。关键我的车我很喜欢，我为什么要换呢？国内是真便宜，东南亚都贵。但是你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新西兰我没去过，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我觉得可乐都超便宜，比矿泉水都便宜。有理想的移民地点吗？有啊，但是人家不要我呀，这怎么办呢？TikTok 上还有很多用户外直播美国街景、迪士尼乐园这些的，
以后都看不到了啊，是，那就以后就看不到了吧。他老婆是越南人啊，家里人是越南难民过去的啊，越南是有一段时间排华来着啊，我喝可乐也上瘾，喝了20多年，好吧。最近韩国娱乐公司巨头 HYBE 和旗下的什么子公司这个酷速母公司年初和另一家子公司推出的女团抄袭了他们这都是什么？这跟我们今儿讲的有关系没有？咱们尽量讲跟今儿有关系的事儿啊。一天一生打底，我天，这个喝可乐是很恐怖啊。Facebook 在中国有什么业务？哇，太多了。Facebook 的业务，我觉得有一大块都是中国人支持的。你以为啊，这个腾讯在国外发行游戏是在谁家打广告呢？你以为这个 TikTok 在美国排行榜排第一是在哪儿打的广告呢？啊，这个剪映在美国都可以排第一，他在哪儿打的广告？Timo 在美国免费榜第一，那广告是谁刷的？都是 Facebook 干的呀，对吧？2个月终于赶上一次直播，先点赞。哎呀，你2月才赶上一次，我们每个礼拜都有2、3回啊，至少是2回吧。最近重庆的政务系统愉快正，不断的更新 iOS 版本，并下架，同时开发安卓。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不都是说鸿蒙是安卓套壳吗？为啥还要专门开发这个？这个前头其实讲过很多案例了。你如果真的想听这个鸿蒙到底是不是安卓套壳，你应该加个会员。会员节目里头专门有一个很认真的在跟大家分析这件事儿了啊，就不在这儿耽误大家时间了啊。我把 IP 地址改到香港后，就没有那个加入的按钮了。奇怪，对，是这样，香港好像不允许。可乐汽水是喝的那种气的胃里打出来的嗝的感觉，超赞啊！是这个美股要调整多久？这你问我，这个我看看讲的是什么？日本汇率这事儿就讲不来啊，不懂。这个我觉得趁着日本汇率低，赶快去玩2趟是真的。不过说起来，韩国确实挺卷的啊，日本现在已经没那么卷了。都是为了社群卖货营销啊，这个我觉得都是为了什么，就有点太反世主义了啊。网络管制这事儿啊，是根据国情国策来的。有网络管制的国家也不少啊，关键是国情国策。美国天天说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是基本国情政策下的有限自由，是这样的呀。你在美国，你试试去说有某些言论，对吧？你也得会被搞得这个满头是包的。你像马斯克前面说错了话，不也得出来道歉吗？对吧？这个事儿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敏感点吧。TikTok 在美国已经不招工程师了，原来给的 offer 也撤回了，好吧？因为我有朋友好像是钻进去了，改了美国的也没用啊。怎么加入会员？这个就是你在视频底下有一个链接，有那个最后是 join 啊，加入为结尾那个链接，点一下就进去了。TikTok 被封禁，Meta 是会高兴还是会不高兴？Meta 肯定乐死了，Meta 一定会乐死的。抖音用着用着让刷脸，不让用了哈。你是不是在里头发内容了？你只要不发内容，它一般是不会让你去刷脸的啊。范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个支持大户型3层什么？这玩意儿我哪知道啊？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日本 IT 似乎没有国内赚的多，对，它是日本 IT 挣的少，但是反正也比较稳定，也没那么卷。这个行业也没有国内有活力。这个前面你可以翻翻前面的节目啊，专门有一期讲这个日本是怎么错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个叫做整个这2个时代是如何错过的啊，你可以去翻一翻，好像也是前面有一期直播在讲这个，后来我应该是把它剪成视频了。这个前2天这个有没看清楚哈，lookfan.com LUKEFAN.com 啊。日元现在低位，一旦涨起来，幅度很大。日元最喜欢暴涨暴跌啊，这个看情况吧。美塔高兴，他们不是还会失去 TT 的广告吗？TT 虽然没有了，但是还会有 Timo 啊，还会有阿里啊，还这个 AliExpress 啊，还有申印啊，都会去打的，对吧？这个
TikTok 打的算是少的，该讲第二个了啊，马如龙都已经等不及了。好的，让我喝口水，然后咱们讲第二个。好，TikTok 的股价被马斯克忽悠起来了。TikTok、Facebook 啊，或者叫Meta吧，前几天都发了财报啊，一季度财报，然后呢，数据都不怎么样。但是呢，几家欢喜几家愁，Meta 呢数据是没有达到预期，股价暴跌。特斯拉呢，它的股价呢是更加不达预期，差得更远，然后股价大涨。为什么？就是马斯克还是比扎克伯格更能吹一些。而且他们最终其实选择应对不达预期所选择的道路还是很像啊，非常相近的两条路啊。那么马斯克上来先干嘛？大佬先要教华尔街做人啊，上来先讲，如果你把特斯拉当做一家汽车公司来看待，这是一个错误的框架。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不相信特斯拉会解决自动化的问题，我认为他不应该成为这家公司的投资者啊，就是你赶快把股票卖了啊，别耽误别人挣钱啊。讲了这么个话，这个呢真的是有底气啊。讲完了以后啊，先去讲说啊，Model 2很快就要来了啊，就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原来计划是廉价电动车呢是要到明年年底才会上来的啊，就2025年年底，说现在我们要变快了，而且呢，承诺什么呀？就是在现有的平台上生产，对吧？就不会说啊，我一定要去搞一个新的生产工艺啊，这些事儿就并没有，因为大家知道 Cybertruck 到现在还在难产啊，现在 Cybertruck 生产出来的很多批次还在召回，还在改 bug， 对吧？为什么？因为新工艺用太多了，包括原来 Model 3、Model S 上市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应用了大量的新工艺，对吧？导致什么呢？导致它这个难产啊，或者说导致你新工艺有一个消化成熟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呢，并没有那么好做。所以啊，这个马斯克也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啊，你们放心，这次不玩花活了啊，咱们就是好好的用现有的生产线啊，直接在现有生产线上造，也不造新工厂了。再没有什么理由说啊，我哪工厂没造好，哪个生产线没调对，什么新工艺没搞明白，没有这事儿啊，直接上。而且呢，大量的有可能是在墨西哥的工厂里边生产啊，因为前面中国大量的汽车配件企业，包括特斯拉配件的这种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都已经被马斯克忽悠到墨西哥去了。啊，那你们墨西哥的这些人去给我造这个 Model 2啊，那么还是可以更进一步的降低成本，而且可以从墨西哥拼装好了以后往美国去运，直接卖啊，这个还是非常棒的。那么市场的预期呢是2.5万美金一辆啊，那么预计呢是会产出到产能达到300万辆。这个去年2023年特斯拉一共造了多少辆车呢？185万辆啊。其实就算它到2024年真的造了300万辆车啊，或者我估计够呛，它这车出来我估计到2025年吧，比如说造到300万辆车能造出来，对于全球各大车厂来说呢，有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最大的车厂全球啊是丰田，一年是多少辆车？1050万啊，然后是大众啊930万，通用是680万，对吧？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大众这930万里头，大概有1/3是在中国造的，有1/3是在欧洲造的，啊，然后剩下可能不是1/3，应该是大概2/5吧，应该是在中国造的，然后还有一点点是在中东一带造的，啊，这个包括通用啊、丰田，实际上在中国都造很多车，啊，那么这些你说对于说这儿多出300万辆来啊，这个其实他们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承受的吧。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应该还是要放弃啊，这个为什么？就算他把 Model 2造出来啊，这个2.5万美金是多少钱？以现在的汇率来说，18万人民币。18万人民币在中国已经完完全全可以买一个外壳子可能比他那 Model S 还大的车了，啊，所以这个事儿你在中国想竞争，这就不要想了，他就应该去跟比亚迪的那个秦79800那种车去竞争。那你说你一个18万的车跟79800你竞争个啥劲啊？啊，打不过就直接就不打了就算了啊，那是真的打不过。然后啊，再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8月8号要发布这个叫 Robotaxi，但是我估计呢，应该还是一个发布会
在美国 Robotaxi 这种项目能够落地、能够上路，一大堆的保险、一大堆的这种审批，绝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呢，他就会把发布会开了，应该会给大家宣布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可能还要再等个2、3年、3、4年，你有可能才在街上看得到它。这个咱们把话放着，咱们8月8号也没几个月了嘛，咱们等着看啊，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到时候又可以吃一波瓜了，对吧？他们呢讲的是 Robotaxi 他们给这个起的名字叫 Cybercab 叫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计划是在2024年能够产出这样的一款车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个，而且呢，据说是比 Model 2更优先级的去生产那么还要采用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这个是又开始玩花活了吧？前面刚才讲 Model 2不玩花活了，老老实实生产，但是这个Robotaxi 或者叫 Cybercab 它要准备玩一波花活，玩什么呢？大家知道马斯克前面玩的这个叫一体成型，现在咱们已经都学会了甚至咱们把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这事儿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小米用的那台9100吨的这个一体成型的机器是小米自己造的，自己有专利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马斯克说我又想了一个新招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Unbox， 叫开箱模式什么叫开箱模式呢？就是传统的汽车流水线是一辆车为单位，这个车呢顺着流水线走一圈，走到哪儿就装哪样东西，走到哪儿就装哪样东西，然后到最后呢，把这个车从那个头上开下去的时候就装好了，它有顺序的就先装什么后装什么，对吧？就是你把整个流水线都走完了，这车就装好了。但是马斯克说不这个Robotaxi 我们不这么玩我们要玩什么呢？是开箱模式，怎么开法？就是我把所有的大散件然后在工厂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车间，然后我就把它装好。装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些所有大散件拼在一起，然后咔嚓一装装好了就是一辆车他准备走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并行处理你不会说我一个生产线上就是一辆车一辆车往前过，对吧？像小米说我多少秒出一辆车，对吧？为什么？就是它生产线就是这速度，你要想提高速度，只能并享2个生产线，但是你现在呢，如果是开箱模式了，那就没关系了我们就只管造就好。造完了以后，到最后有一个很小的组装车间把这个底盘盖子或者什么东西几个大块啪啪一拍完事儿就最后有一个总装的一个流程就完事儿了，而不是有这个流水线的流程准备搞这个而且呢，这种模式呢，就是像什么呢？像拼积木就可以把车拼起来，这个可以并行处理，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呢也很难这个哪儿难呢？就是它的技术复杂度和精度的要求是比较难的，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把这车拼起来。大家有没有上过流水线干过活就我是在工厂里干过的，当然这个并不是真的在那儿上过班，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在工厂里去实习过。你要知道，在一个机器上装东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呢？装不上或者是公差差那么一点，或者哪块差一点，那怎么办？你就要现场的使点劲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要做处理一下。那么你如果是在一个流水线整个走过来先装什么后装什么，整个把它装起来的过程呢，它就还好一点但如果你要是各个地方那个分开装了以后，它有一个东西叫累积误差，你最后可能几片搁一块你拼不起来了，对吧？你要想去像它这样 unbox 去造车呢，你还是需要更高的精度要求的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实现的。而且对于供应量管理来说，其实也有更严格的要求，对吧？原来小米就雷军前一段人还讲说，我提高产能，对吧？我所有配套的厂家都在我50公里之内，然后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让他们给我造，然后他们再让他们的供应商给他们造，这是一层一层下来的。那么现在就不是这样的，那供应商可能你就给我把整个底盘都做完那边供应商你把整个车壳都给我做了，再下一个供应商你给我把整个的什么发电机什么这些东西都给我做好，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要求就上升了因为比如说你最后多做出2个底盘来，少做出2个车壳子来，那这事儿你咋办？对吧？那底盘给谁去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你不能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事儿不行。而且呢，它对于产品的稳定性和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生产的规模和产能是有需求的。你说我就造一辆车，你玩这开箱模式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定是量很大了，它才需要这东西。那么中国的产线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又可以发挥作用了，因为你一旦开箱模式了，
我们就可以在中国把很多的大散件拼好，直接运到美国去，装在一个集装箱里运去了以后，拆开了，噼里啪啦一装就可以用了，对吧？这个事儿是一个多好的事儿，它可以干什么事儿？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可以省税，对吧？要不然你把一辆整车，哪怕咱这儿叫保税区，对吧？你把它弄去了，这个事儿也是很麻烦的。而且你如果是散件的话，你在集装箱运输的时候，你就可以节省大量的空间，你可以很密集的把它排在一起，给它运过去，而不像是一整辆车一整辆车的，对吧？滚装船，你是要真的把整个车开进去，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我这个弄完了以后让这个车很紧密的排在一起，它会碰撞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啊，可以极大的这个减轻这个运力的压力，中国工厂就可以给他们造各种大散件了啊。那么中国厂家呢，现在估计正在加班加点的学习抄作业嘛。啊，这个我最近好几条视频都在讲这个事儿，抄作业千万不要怕抄错了啊，先错了再抄，啊，先抄错了再说啊，以后再说。好，那么往现有的特斯拉车里边装这个网约车功能，这也是他们准备去干的一个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特斯拉的手机 APP 上直接有一个网约车功能，然后你就可以这个让这个什么呢？你的特斯拉在休息的时候出去给你跑一个网约车去啊，据说是有这样的功能啊，但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到8月8号开完发布会以后，你可以通过你的特斯拉手机上的这个 APP，可以去叫 Uber 了。啊，或者可以叫当地的其他网约车服务了，他可能先干了这么个事儿，啊，这个也算是啊有网约车功能了。但是你做了这个步以后，你就算是跟所有网约车的这些企业呢有了一定的关联啊，然后以后你再去做下一步的事情，就有机会可以合作了啊。这个我们再往后去讲啊。那么擎天柱啊也是要来了，这也是马斯克讲的东西。说今年就要开始交付，原来也是惦记明年啊，现在就是今年就要交付。马斯克呢，就真的是这个哪一块不行了就来救火。现在呢，对于他来说，出现最大问题的应该就是特斯拉了，对吧？他的脑机接口公司啊，这个还在很顺利的往前发展，然后他做了脑机接口的人自己已经成为网红了。他的 SpaceX 一颗火箭一颗火箭的放，一个星舰一个星舰的放，Twitter。对吧？最近也在传出好消息，xAI 刚融了一大笔钱，接着去做 AI 去，对吧？下面最难的就是特斯拉了，因为特斯拉大家看不到方向了，对吧？已经被中国厂商摁在地上摩擦了，对吧？那你还是要去跟大家讲一讲啊，说我们啊抓紧造擎天柱出来，以后你就不要认为我们是个造车的公司，我们是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公司了啊。那么马斯克可能要去睡工厂了。啊，那么擎天柱出来哪儿先用啊？特斯拉工厂里边先用起来，而且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啊！造车这么低级的事情，交给中国人就好了，或者交给墨西哥人就好了，对吧？特斯拉这些美国工程师们还是去造机器人吧，$20,000一台的机器人啊，物美价廉啊！当然他敢降$20,000，我估计国内把机器人降到这个$20,000或者是大几千人民币的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啊。好，那么要从造车公司向软件公司转进了啊，这其实是这一次马斯克讲的核心的一点。为什么呢？FSD 以及相关配套硬件准备进行软件授权了，谁愿意用 FSD，你可以用了啊。原来这东西必须是在特斯拉里头用啊，现在说咱拿出来跟人合作了啊，那么我以后变成一个软件服务商。据说呢，已经与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去进行FSD 软件授权的早期谈判了啊，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啊。现在大家呢在猜，有可能是丰田，但是丰田最近也比较折腾啊，他一边是跟华为那边折腾了一把，然后那边呢是今天好像还跟腾讯又做了一合资公司啊，这边这个大家还猜是他，反正他是世界第一车厂嘛，一年造1000多辆车啊，1000多万辆车。对吧？他有点各种风吹草动，做各种的 AI 相关的尝试，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啊。那么啊，这个为什么说它跟美塔采用的是相同路径啊？明天早上放一条视频是，明天估计够呛，可能后天放一条视频吧，是美塔的这个叫的什么 Horizon OS 啊，是叫 Horizon 吧？对，就是地平线 OS 开源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在走什么呢？就是走谷歌的路。啊，谷歌是什么路？就是我做操作系统啊，我不造手机
啊，美塔说我也做造车系统，我以后不造这个眼镜了啊，你们自己谁愿意造眼镜谁造眼镜去啊。当然他自己眼镜还会造啊，但是他允许大家说你们造了眼镜上我的 OS，这是允许的。所以特斯拉现在也在干这事儿，你们造了汽车上我们家的 FSD 这个事儿也可以，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呢，谷歌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这真不好说啊。那么对于国产新势力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这件事儿，为什么呢？今年的北京车展正在开嘛，刚才还有人问我去不去啊？不去。这个北京车展上呢，来了巨多的老外，据说在北京车展期间，从这个德国飞中国的机票涨价都涨疯了。为什么？你上飞机一看，哦，前面这位老兄是奔驰的，后边这老兄是宝马的，然后后边经济舱里坐的都是大众的，对吧？他看的都是这个故事，大家来干嘛来了？看看中国新能源车到底是怎么卷的，对吧？你们这帮人斗蛐蛐咬的死去活来的，我也得在旁边看看呀。包括现在韩国车企的这些老板们，也都在中国各个展厅的里头去看，说你们这车到底咋造的呀？到底用了些什么奇怪的玩意儿？我们得看看，对吧？你这咬的满身都是血，这个我们得稍微的学习一下吧。他要干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好了原来这个特斯拉 FSD 开源了，那么中国这些自动驾驶技术立马就不香了呀，对吧？这个人家买了中国的这个技术以后，回去到底怎么用多少钱，然后到底回去以后会不会被限制，还搞不清楚。然后你质量好不好，现在还不确定，对吧？但是你说，FSD 开源了有最多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FSD，它可以开放授权了，那我们就买它的就完了吧？我还何必再去跟中国的这些造车新势力去买这些这个没那么成熟的这种自动驾驶技术呢？这个事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擎天柱呢，其实核心也是软件，而不是那个机器人擎天柱的核心其实也是 FSD，对吧？那么擎天柱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 Figure AI就是 Figure AI 是做这种是机器人的，也不是什么波士顿动力。擎天柱唯一的竞争对手是 OpenAI，对吧？谁家的大模型做得更好，是差在这儿了。所以擎天柱呢，也应该早点想开了把软件开发出来之后，硬件的部分交给中国人就好了我们会把这事儿干好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特斯拉到底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未来，真正的从一家造车公司走向一个软件服务公司呢？大家要注意软件服务公司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做。他们都想学谷歌 ，Facebook 想学谷歌，特斯拉也想学谷歌，但是大家要注意，谷歌其实不是软件公司，谷歌是互联网公司。你们知道软件公司跟互联网公司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吗？软件公司是提供服务收服务费的，而互联网公司是分配流量，然后干嘛呢？然后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吧？谷歌、Facebook，然后包括刚才咱们讲的字节跳动，都是挣这种钱的，所以它完全不一样的玩法。而且你还不是留下买路财就完了的，咱还玩竞价排名呢，对啊，大家都在我这排队，谁想先过，谁得多给点钱，这才是互联网公司挣钱的方式你要靠软件公司挣这个钱很难的美塔其实这条路是有可能走通的，因为美塔后边也是一个大的软件公司这个大的这个广告公司，它是有可能走通这条路的。但是特斯拉未必能走得通，对吧？为什么呢？就是提供软件服务呢，最后有可能会变成 Tier One，是变成像德国那种隐形冠军，比如像博士会变成那样，它不会变成互联网巨头的。互联网巨头一定是把这流量口，这个我把流量分配好了，你们只管来交钱，而且都得来拎着猪头来找我不能等着我去求你们去，对吧？这个而且最后看谁家的猪头大谁先过一定是这样的玩法。中国呢应该也会有一些企业冲上去尝试 FSD 这个事儿一定会有。China 对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学会的这个事儿我还是相信的。那么全球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呢，都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包括是前面我们讲了拉玛就是美塔发布拉玛3，整个大模型进入下一个阶段了。现在 FSD 开源不叫开源吧，就是开放授权，对吧？那么整个的全球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就都进到下一个纪元里去了。你比如说大众说我原来折腾了半天搞不定这事儿怎么办，对吧？上 FSD，
对吧？哪怕最后我没有那么多车型装 FSD，我先得试一把，抄错也不怕抄错嘛，对吧？啊，这个包括其他的奔驰、宝马，那咱是不是都试一次？啊，我们也做一两个车型试试，都是有可能。包括中国，你想咱们一年可以选那么多车型出来，我们也拿两个车型出来搞搞 FSD，是吧？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啊。那么一下所有传统车厂等于这个自动驾驶这一关就都过了啊。那么对于中国这些造车新势力来说，也是个灭顶之灾吧。这个可能真的是啊，对于我们不是一个好消息啊。然后后面这个 Unbox 模式，如果马斯克能够搞成功，中国车市场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再降一大截。为什么？他敢 Unbox，我们就也敢 Unbox，哪怕我们造出来的这个车质量稍微差一点，我们也敢去 Unbox，因为制作的过程更便宜嘛。而且只要马斯克试出来了啊，我们就会跟着去抄作业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啊，无人车、无人出租车会彻底的革命掉所有车厂的路啊！这个你只要是真的进入 Robotaxi 时代了，那么以后啊，汽车工厂生产出来的就是专用车辆啊，或者特殊用途车辆，比如 SUV 啊、越野车，这个皮卡可能都未必能有这东西好使啊，或者是这种房车啊，可能会由造车的公司来去造，剩下的就都是他们管它叫 Cybercab 啊，或者说叫 Robotaxi 就完事儿了，因为没有需求自己去买车了嘛。啊，那么这个事情你说中国能不能再赢点什么呢？啊，肯定也有的赢了，就是我们会继续去进入到马斯克的整个的特斯拉的链条里边去，对吧？然后他们需要什么，咱就给他造什么。所有公司只要说我想去上点什么新的制作工艺、制作流程、制作设备什么的，啊，一般都是中国人说我在这儿呢，对吧？您有什么吩咐，爷您说，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制作工艺最好的工业产品，iPhone 就是这么来的啊。iPhone 整个的制作流程是由苹果规定的，但是由中国人来去造的，啊，或者说中国台湾的人来去造的吧。啊，然后其他的特斯拉也是这么造出来的啊，还有很多的中国造的各种的汽车、各种的设备，现在都在全世界在卖啊。那么只要马斯克能够把这事儿再重新忽悠起来啊，这个股价又涨上去了，大家又觉得它又行了啊，那么中国还是可以再跟着分到一点羹的啊，这个事儿还是有的啊。那你说马斯克这个事儿就算彻底行了吗？啊，这个特斯拉未来真的就一飞可以再冲天了吗？啊，这个事儿呢，核心还是要看马斯克个人的精力放在哪一边。啊，如果他的精力更多的在特斯拉这一边，那么特斯拉还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如果他的精力依然是这样啊，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今天放个火箭，明天放个卫星，后天到这个 Twitter 上去骂人，然后再给 Twitter 再开发个新版本什么的，对吧？这个事儿呢，就这个要打个问号啊，这个事儿要打个问号啊。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马斯克这个就是叫什么特斯拉的这个走到这个什么了啊？特斯拉股价被马斯克忽悠起来的一个事情。好啊，这个第二个故事比较简短，我看就讲了十几分钟吧，挺好的。嗯我看看啊，我们再来读评论。好，从这里开始啊，特斯拉还有机会吗？不好说，至少从现在来看呢，看不到，对吧？它的 Model 2这种东西呢，即使在欧美去卖，可能也是需要，他们把中国电动车封禁掉，它才能卖得掉啊。如果不把中国电动车封禁掉的话，它也卖不掉。日元就是美元的伙伴货币，日元完全是按美元需要进行涨跌的。美元、黄金、石油、日元都是美元的调节工具啊，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么讲了吧。这个华硕和网建的这个美股纯粹就是靠信仰，美股的巨额跟投美股的巨头根本没法儿从基本面分析的，是这样的。美股我觉得就是，但是美股它这个信仰还是可以的，就是你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来看，涨得还可以。特斯拉15万的推出就去卖，就去买啊。
这个好吧，但是它2.5万美金要18万哦，还是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啊。而且 Model 2上好像是没有 FSD 的，对，这个它价格下来了，然后这个硬件也下来了，这个那也不如大 A，大 A 涨跌是纯粹的玄学实力。我想买 RAV4啊，感觉丰田也学坏了，搞饥饿营销，这个东西难买吗？没想明白啊。这个大众、巴西、印尼都造，但是它造的量没有那么大。其实我在印尼还真没怎么看到大众的车，我在印尼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车，因为印尼是大量的日本二手车在那里倾销。啊，非常欣赏老范说话的语气，很谦虚，知道就知道，没听说过就没听说过。好多主播说话拉不下脸来啊，这个不知道东西总说是记不清了啊，这个有些人反正有人设吧，像我就属于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对。但是不知道就不知道的坏处是什么？就是关注长得慢啊，这个事儿没办法啊，因为大家还是有的时候喜欢这种全知全能型的。越吃咸越上瘾，越吃辣也越爱吃辣，吃甜一样，这是习惯，所以可乐也一样，这是常识，啊，这个真不一样，可乐真的是有瘾的啊。今天又有人感叹大 A 完全不跟国际股市的潮流了哈，是这样。这个今天我看那个谁胡锡进发帖说，我终于赚到钱了，说我这个心情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没必要在这儿找存在感吧？是模块化。是，汽车原来是不敢这么模块化造的，现在马斯克说我敢，效率也高啊。现在的超巴拿马级大集装箱船订舱啊，要比汽车滚装船容易也便宜的多，是这样的。汽车滚装船那个东西等于除了装汽车，它啥也装不了，它就是装，而且那个船还巨贵无比。感觉欧洲进 TikTok 的可能性比较小，找理由多搞钱可能性比较多啊，比较大。比较他们自己也没有大平台，让美国一家控制所有的平台，对他们也不利。有可能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造飞机的模式，机头、机翼、机身分开造，然后总装。我觉得造船好多是这样，造船也是竖着啊，把这个船整个竖着切开了，然后造出一节一节，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对，它可能有点像这个。即使在墨西哥制造，进口到美国好像也有零部件产地要求，好像主要是电池有产地要求，零部件要求并不高。预制菜模式，哎，有点儿，有点儿。老莫那种懒散的工作态度，产能有保证吗？其实我一直不觉得墨西哥人懒散啊，他是这样，就是你给他一个事情，他会保质保量给你做完。啊，但是呢，你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上进心？啊，求一个上升空间，他们可能就没有咱们这么卷，他可能就是这样。但是你交给他事儿，他还是能干完的。比亚迪、奇瑞、50、名爵，好多国内车厂都在墨西哥设厂了，后续估计又会出什么法案限制？哎呀，这个事儿，反正美国人就慢慢折腾吧。房车为什么不是房地产公司造的？房地产公司那地儿是不能动的啊，它这个房车还是要动来动去的。FSD 开源这个事儿，我觉得弄好了确实有可能成为安卓那样的基石，它是不可能的啊，想都不要想，因为它没法去在里头卖广告，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它没有流量可以分配。你比如说你坐到这个 FSD 的车上去，你说我想出去吃个炸酱面，不，你今天一定要吃卤煮火烧，为什么？因为卤煮火烧那家打广告了。你这样你能接受吗？你肯定接受不了啊，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法整的啊。F，特斯拉表示我又行了。我感觉 FSD 不会开源啊，它这个开源跟盈利这事儿并没有大区别，没有特别大的矛盾。它叫开放授权吧。而且 FSD 不光是软件啊，它还有硬件的，对吧？它有摄像头，有各种的这个芯片
特斯拉自己还造这个车机芯片呢，它是要把一整套都做进去的。特斯拉可以产1到1.5万美元的车，有市场机会的。这个可能对他来说难点儿。你想7.98万，也就是1.1万美金吧，对吧？这个是比亚迪秦，这种东西你要拉到美国去，肯定有机会。而且现在据说是在南美洲，比如像巴西啊什么这样的地方，阿根廷什么的，就是它可能销售到的汽车有一半都是中国产，它就是便宜，你怎么办？FSD 代码不是早就开源了吗？应该 FSD 主要是靠后边那大模型。然后东南亚和非洲都是丰田二手车的主要市场。是的，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啊。老范减肥了吗？没有啊，这个只是你们现在没有看到肚子而已。大陆电动车产能过剩吧？这个你说什么叫产能过剩？我们产袜子也产能过剩，美国人咋不说呀？我们产衬衫也产能过剩，他也没说什么，对吧？产电动车产能过剩，他就不乐意了。大 A 买蓝筹股房5年一定，蓝筹股房5年一定比存银行强，这话怎么说那么别扭？没读明白啊！这2天股市还可以，港股都起飞了，挺好的。并不是说中国产的电动车有多好。哎呀，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好这个事儿它是有标准的，对吧？可乐喝多了又不胖，没糖尿，这个血压不高，牙齿也好的没啥问题，继续喝。我是喝可乐喝出糖尿病的，我有一段时间也巨爱喝可乐，每天不喝一大桶那个1.25升的就不行，然后就回来就不行了。电动车的价值还是在自动驾驶，是这样的。汽车模块化生产，李书福很早也提过，但这事儿你叫特斯拉提了，它就叫马斯克提了，就叫 unbox 啊，在国内提了这事儿，它就有问题。看看继续，只要一有机会就黑一下特斯拉也没有了。特斯拉有什么可值得黑的？我很喜欢，有可能是碳酸饮料上瘾。我以前一直喝可乐，每天都喝，后来因为体检有脂肪肝趋势，所以就断掉可乐，然后开始喝各种无糖碳酸饮料。我也喝了一段时间无糖碳酸饮料，我现在基本上喝茶，喝普洱，每天就是坐在那儿喝普洱。啊，美国政客很多是学法律和政治学的，他们科学常识很差，有时候很蠢很僵化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情况。虽然他们会请这个科学顾问会请这些东西，但是我真不认为他们能搞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咱们是工程师治国，对吧？咱们很多的领导都是学工科的，这个也有问题。泰国的二手车都是本地新车变旧，不能直接进口二手车。泰国新车二手车属实太贵了，没有啊？我一个朋友跑到那儿去买那个什么来着？买那个丰田的那个阿尔法二手的，觉得可便宜了，比国内便宜多了。老范，理想的60岁生活是什么样？孩子独立以后，有可能还是坐在这儿跟大家录视频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还是要有收入啊。博主可以去用减肥新药打一针，减少食欲。我宁肯是去吃点儿。现在喝可乐只喝无糖的我喝可乐只是喝无糖的。车就是个代步工具，其实很多功能是冗余的，但是呢，正是这些冗余的功能，才让你去买的这辆车谈质量性能，谈质量性能不能脱谈质量性能不能脱离价格，你下次打个逗号行不行？这句话读的我别扭的。以性价比而言，冠军秦确实是妥妥的钱毛。对，私家车以后的使用模式随着自动驾驶发展会有很大变化。汽车不像手机，大部分时间呢是到处在停车场状态一旦解决 L4，私家车就可以变成共享汽车，以后私家车的采购理念就会发生改变。这个事儿呢，我是不同意
啊，这改变是改变，但是呢，不是这么个改变法，不是私家车变共享汽车。咱们在国内看那些共享自行车，有是私家自行车在上头装个锁的吗？没有吧，都是美团和滴滴重新造了车，刷上颜色，出来给大家提供服务吧。为什么没有私家车出来干这个事儿呢？最早的共享自行车其实是私家自行车哦，就是 ofo 是最早干这个事儿的。ofo 原来发明的是什么？就是那只锁，就是你只要给你的车装上这个锁，这个车就自己可以出去跑活了，对吧？你就相当于把这个车租给了 ofo。后来就发现不行，因为维护成本实在太高，还是要统一车型、统一零部件、统一的维护，才有可能让这个规模起来，才能做得下去。所以呢，未来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做共享汽车的公司买一大堆车，然后让大家去开，然后绝大部分人以后就不买车了，啊，或者说我需要用特殊用车的时候，我再租个车，啊，租个越野车或者租个什么其他这样的车，可能也就是这样，啊，除非你特别有钱，然后有地儿停车的，然后你再去，买私家车啊，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很少。听说欧洲、澳洲都有中国车了，加拿大希望不大。做梦想要一辆理想 L7。对，哦，加拿大是不允许进口吗？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利用美国自由嘲笑美国自由，对啊，谁让他自由呢？反中是一种很好的选举牌。TikTok 起诉美国政府，坚持是不是大选落幕之后，会不会还有机会？没有啊，因为大选落幕以后，拜登也还是总统，一直到明年的1月20号他才不是了，啊，或者没准他还能再选上了，对吧？这个虽然大家都觉得川普很有机会，但是真不好说这事儿。ofo 押金还没退给我，哎，我已经退过了。无糖饮料太难喝了，没法接受啊，我已经可以接受了。这个特别是无糖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元气森林啊，我很喜欢。印度说办就办，TikTok 也没说什么啊，现在轮到美国了，反而来劲了。那是啊，印度你也没法跟他说什么呀。老范手里如果有1000万自由的钱，怎么花用啊？你先给我1000万，然后我再想。根本没法快乐，是。这个不，我觉得喝无糖气泡水还是可以快乐的啊。国内车厂为啥不喜欢换代，更喜欢重新换壳换个新型号？啊，这类车二手保值率很低，因为他们不管二手，他们只管自己的车卖得掉卖不掉就完了，对吧？你换了个代的话，你可能很多人就这个二手，你这个车的销量是上不去的。今天怎么没有直播推荐呢？我从你主页进来，我今天来晚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最近整个的 YouTube 都在调整推荐算法，把更多的流量留给这个短视频啊，他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我朋友说，比亚迪元现在登陆日本，其实是有一些嘲讽日本的意思，但感觉日本人那边也没啥动静。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如果你自己很敏感，那做任何事儿都是在辱华，都是在嘲讽你。如果你自己也无所谓，那就哈哈一笑不就完事儿了吗？比亚迪元在欧洲卖疯了，是吗？比亚迪元应该也不贵的呀，川普只是热闹一下，不可能的。好吧，看来你这是一个，肯定不是川粉了。无糖的甜味剂不少有肝脏代谢，容易造成脂肪肝和尿酸高啊。我觉得现在吃这个赤藓糖醇应该还可以，反正你不要去吃这个木糖醇，不要去吃那个阿斯巴甜，对吧？这个现在最新的都基本上都是，有那个叫什么胖大海一个什么甜味剂，然后还有一个是，赤藓糖醇，现在用的最多的赤藓糖醇，像那个元气森林都是赤藓糖醇的，要贵一点。共享这个生意必须要有足够收益，同样是共享，单车就非常惨淡，公共充电宝发展的健康多了，公共充电宝也很惨淡啊，最后是靠涨价才把这东西弄起来的。
IG 里的 Reels 流量现在怎么样？感觉和 TT 非常相似。现在在起，但其实 IG 这个东西，还没有得到这个 TT 的一些真髓吧，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产品。为啥国人那么盲目相信国产电动车呢？除了特斯拉，我看到的各个品牌的电动车每个月都起火的视频，特别是比亚迪，好几个 4S 店都直接起火了。其实特斯拉也烧啊，比亚迪也烧，然后这个蔚来也烧，大家都烧啊。这个锂电池这东西它没办法，特斯拉早期烧了很多的，共享汽车的大杀器是自动驾驶，共享单车解决不了自动的问题，共享单车不需要自动，共享单车是靠什么盈利的？大家想明白过没有？靠的是上下班对吧？这个固定人流，你们现在需要从各自的家里头骑共享单车去地铁站，然后呢，他就在地铁站上找一个大卡车，把你骑到地铁站的这个车重新装到大卡车里去，然后送到各个小区门口，再接着放一次，就可以再挣一遍钱。然后等到你到办公室了，你需要下了地铁骑车到你的写字楼，然后他再反复干这个事儿，然后从写字楼再把这车再拉回来啊，码整齐了送回地铁站啊，大家来回循环往复。下班的时候就这个过程反过来，就是共享单车是这么挣钱的，就是你真的要靠那儿搁在那儿，然后说你就想起来就去骑一下，赔死他啊，想都不用想。日本都是小排量车，日本人思维比较固化，中国车推广比较困难。没有，中国有的是小排量车，只要是考题确定，中国人就会来考试，就能考出好成绩，对吧？日本人说我要小排量车，我要什么东西，行，你只要提出明确的要求，我给你造就完了呗，对吧？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呢？这个 TikTok 前段时间在澳大利亚招工程师，据说是从新加坡那边外溢出来的需求。新加坡实在是太贵了，就是他们在新加坡招的工程师，包括从大陆整到新加坡的工程师，在那儿活不下去。就是你拿了工资，在那儿想租房、想活下去，根本活不下去。所以你只能要再找一些比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再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其实 TikTok 如果真的想去独立运转的话，唯一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多工程师的地方，除了中国之外，就只有美国啊，没有任何第二个国家搞不定的。他的那个人数是非常多的，而且对人的要求极高。就是你除了中美两个这么，就是美国可能本身工程师就多，全世界灯塔嘛，大家都愿意去。中国是因为足够卷，足够多人，你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高端工程师来，其他地方都没戏。你像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日本、欧洲这些按部就班做工程软件的工程师，压根儿就没法去搞这个互联网应用。啊，他除非是跑到那儿去以后，招这个已经润出去的这些程序员，这事儿是可以的啊，否则没戏。啊，现在共享单车是盈利的，我没看他的财报啊，这个事儿我不确定，有可能是盈利的，因为美团是盈利的啊。其实我不知道为啥那么多啊，这个人都喜欢，都觉得国产车自燃出 bug 啥的算什么大问题？当年丰田起家的时候，由于发动机太垃圾，丰田章男规定修理班必须在接电话30分钟内赶到现场维修。我认为国产车目前出现的各种 bug 事故自燃，其实都不是问题啊。这个怎么说呢？自燃它总不是好事儿吧？但是呢，这个阶段总还是要经历的，对。而且现在自燃的车其实非常非常少。全自动驾驶，老范觉得还有多少年就能来？我觉得今年就来了。现在剩下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啊，而是这个法律法规的问题，整个社会适应的问题。这个 TikTok 印度不是也进了？对，印度早进了。印度不光是进 TikTok，它连王者荣耀都进了。印度是 TikTok、快手、茄子快传、王者荣耀，然后那个什么吃鸡什么全都给进了，啊，一把来了个痛快的，所以谁也别说谁。啊，YouTube 搞一个独立的 Short APP 吧。现在看到 Short 会把这个视频记录和长视频混在一起，对我来说很不友好啊。Short
随便一刷就上百个，好吧。我是基本上不刷 short，我还是喜欢看抖音。电动车目前电池技术没有根本解决，还是反正还有差距吧。国人最不怕的就是框架里边卷啊，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创造、创意、创新啊，其实也算有。只要有道路了，各种花活就都可以整啊，从零到一的基本，其实也有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讲。这个回头下次有功夫再跟大家去聊怎么创业创新的事儿啊。你直播软件的介绍是什么工具生成的？什么叫直播软件的介绍？是前头那个封面那个图吗？那个图是 Canva 啊，叫可画。日本不也是这样被说的吗？那现在日本没发展起来吗？对，是这样的。美国早期也是这样的，自然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包括特斯拉在内，控评是非常好的解决手段。是的，自然怎么被说成不是问题了？你看我一直都说是问题啊，但是也没必要太大惊小怪啊。现在真正害怕自燃的是什么？是那个电动自行车，那个东西很危险，法律法规可能比技术更难克服啊，是这样的。其实法律法规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叫社会的这个接受能力啊。这个如果你上来以后大家不接受这事儿是没法弄的。杭州顺丰快递的机动车道飙车，无人公交车、无人网约车也在测试，挺好的。为啥 TikTok 搬印度不行？行啊，只是被印度封了而已。印度当年是 Musical.ly 全世界的第2大市场啊，这个我是原来看过数据的哈。印度人可喜欢这东西了。国产车出现问题之后的新闻很难传播出去，特斯拉只要出问题就各种的折腾，是这样的。如果自己的车自燃是个问题吗？这个人就属于是又抓住不放了啊。范老哥可以剪一些片段放 short 来引流，挺费劲的。你们看看 short 那些视频，实际上都是从 TikTok 搬的，从抖音搬的。像我这种剪辑水平放在那儿，妥妥的被碾压，对吧？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咱们是靠内容吸引人的，靠真诚吸引人，人家那个是靠剪辑吸引人的。最近比亚迪扬远望 U9吗？这个车在 TikTok 上疯狂传播跑车造型，这车貌似会跳舞，它卖点是啥？你去看看那个U8，仰望 U8 100多万的那个 SUV，疯了一样那车，那车会原地掉头，会什么坦克横行什么，它反正省了一堆这样的功能。他就是说，反正你不是说中国人不会造豪华车吗？来，我豪华一回给你看看，我把所有有可能有的没的功能都给你做上。以前燃油车油箱也经常自燃，后来油箱增加了抗静电，对，后来解决了嘛。YouTube 直播回放下的视频介绍和视频总结那个 ChatGPT 啊。冬天目前电动车就是个鸡肋。冬天吗？你是在澳大利亚吗？说实话，电动单车的自燃本身问题其实并不严重，问题是多数人在楼道和家里充。其实按道理说，它应该是可以在家里充的，只是因为那个电池实在是搞不定它的电池标准。好最后一条读完了，咱们就准备下播。我是说，印度工程师能不能干 TikTok 的活？您说只有中国和美国程序员可以那我明确告诉你，印度工程师干不了 TikTok 的活，想都不用想他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工程师其实更多的是按部就班的来做事情，而 TikTok 工程师是需要各种打破常规的。我们这个时代处在火车取代马车的时代，对于上层是好时代，对于工程是灾难，一辈子的技能瞬间无用。这个事儿也没有任何办法了。回到前2天
说的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事故其实是无法100%杜绝的，是的，但是，明知道是隐患，还是要去做，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是这样儿。奔驰大 G，好啊，也可以做坦克掉头了啊，好吧，奔驰大 G 好像还出了一个电动版，纯电动版。YouTube 直播回放下面的总结是用 ChatGPT 的话，能请教提示词吗？不是提示词，你是要用 GPTs，就是它那个东西叫做，它专门有一个那个专门干这个的 GPTs，好像就叫 YouTube 总结啊。但是前提你是要先上传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字幕啊，就是你先做字幕，然后把字幕传上去，这个然后再去处理。像我每次都是这样，就是直播完了以后呢，把视频抓下来，然后那个，把它在剪映里做出字幕来，把字幕上传，然后呢交给 GPT 说来给我总结一下，再把总结的内容贴在那底下就完事儿了。印度工程师我有时候看不懂啊，网上和新闻上印度工程师都牛得很，特别是 YouTube 上的。啊，其实中印工程师共事只能说大话，干活啥也不会。这个反正这个可能是一种偏见吧，但至少我见过的中国工程师对印度工程师的评价好像基本上都是这一个评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工程师对印度人都有这样的偏见啊，所以我只能先保留这个偏见，然后等下次什么时候有印度工程师真的震惊到我了，真的能把事儿做好了再说。啊，记得日产途乐很早，就能原地掉头了啊，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啊，但是它这种原地掉头它反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方法，而且它还可以横着走，就是它那个车正常应该前后走嘛，它可以横着走，啊，可以左右走，而且是平移啊，这个反正有一些很奇怪的功能。好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让我休息一会儿，这个叫什么？美塔的视频我就后天再放吧，让我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大家都点个赞啊，周末愉快，再见。然后手伸出来，穿了白衣服，我发现他就把我的手也给裁了，真是的。下次要穿黑衣服直播。我看看咱有多少个赞，128个赞，好少好少好少。结束结束。